你刚穿越到牢房，就发现隔壁关着3个女人，其中黑发的那个提醒你是新来的吧？记住，一会儿如果被带出去，无论发生什么都忍住别乱叫。旁边的同伴提醒汉库克姐姐，你这么好心也是没用的。玛丽莎的狱卒们有多残忍，我们都见识过。你愣了下，波雅汉库克，海贼女帝，瞬间明白了现在的时间点，正是海贼剧情开始的13年前，海贼女帝波雅汉库克被囚禁英雄费舍尔泰格火烧圣地的时候，而这里正是圣地玛丽乔亚的监狱，不由得面色难看，想从这里逃出去比登天还难。忽然这会儿狱卒把你架到了一阶形式，面若狰狞，举着烙铁走来，正是要留下天降龙之题。嘎嘎，你这样的眼神我看过很多，他们的下场都好不到哪去。说完烙铁印上，你就感觉无比疼痛，瞬间晕了过去。而灵魂来到了一张巨大圆桌前，一共10个座位，其中一人看到你连忙起身，2人看到对方的脸的同时大惊失色，居然长得一模一样，火影相反。与此同时，2人的记忆发生了共通，简单来说就是你的灵魂穿越到了不同的世界。你是海贼，他是火影，他比你情况好一点，出生在千手一族，你很羡慕，抱他大腿了呀。我出生在牢房，大哥，现在是战国时代，我们和隔壁宇智波一族脑浆子都快打出来了，你知道有多危险吗？不过很快他得意一笑，双手合十，接着上半身就蔓延出大量树枝藤蔓。怎么样？我是初代弟子里唯一一个会木盾的。你刚才夸2句，忽然感到自己的身体也在产生某种莫名变化，本能双手合十，结果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你居然也使用了木盾。火影凡感受了下身体的变化，有点震惊，我的查克拉翻倍了，变成了2人量，也就是说我们人越多，实力增长就越快。我数数这里的位置1、2、3、4，一共10个，要是把自己全找回来，岂不是一步登天了呀？2人这兴奋畅想未来呢，结果宫殿内部就出现许多迷雾，正在赶人出去。火影凡叮嘱，也不知道下次见是什么时候，你一定要赶紧提高实力。等你再次醒来的时候，狱卒狞笑着举起烙铁，醒得还挺快，那就再尝尝味道。可他没发现的是，你胸口烙印飞速愈合，查克拉流淌间瞬间震碎锁链，最后双手合十，木盾藤蔓缠绕，直接将其干掉。现在在天龙人眼皮子底下杀死了他们的走狗，玛丽乔亚是不能再待了，那就这么毫无计划的逃走，成功几率太小。忽然想起费舍尔泰格火烧圣地的壮举，一步到不休，我也干了。回到牢房，汉库克惊讶，要是被天龙人抓住，你的下场会比死更惨，快点逃走吧。你点点头，我知道，但在走之前，我要把大家都救出来。在他们疑惑的目光中，蹲下身，双手按在地面，忽然间凹凸不平的地板石牢，都是碎裂夹缝中，树木和藤蔓都疯狂野蛮生长，牢门都被挤爆了。你如法炮制，用木盾在短时间内破坏了所有牢门，被关押已久的奴隶和囚犯们一涌而出，趁乱你一路点火，用木盾将火势引到玛丽乔亚各地。与此同时，你不知道的是，在城市的另一处，有一个人正在做相同的事情，正是费舍尔泰格。整整3年时光，他遭受了非人虐待，对人类失望至极，但比起仇恨，他更想解放和自己有同样遭遇的其他种族的生命。于是，在逃离圣地后，又再次返回。可刚放走一半奴隶，就发现城市那边火光冲天，是谁？居然比我还快一步嘛！就在此时，海军上校带着部队将其团团围住，要是再拖下去，海军大将就会到达战场，准备殊死一搏之际，只见一棵棵粗壮的树木拔地而起，无数士兵飞了起来。与此同时，另一边，世界政府内吴老星正在发飙：岂有此理！该死的鱼人族，近几年真是越来越嚣张。萨卡斯基在哪里？让他赶紧过来！城里全是大火，让他来不是添乱吗？还是让青雉来比较好。等青雉赶到的时候，你们已经一路逃出圣地的范围。在得知你解放奴隶的行为后，泰格大为赞赏，问道：你接下来打算去哪儿？要不要来我的太阳海贼团？你眼前一亮，这可是抱大腿的机会啊！果断同意，和泰哥一路前行，很快看到了来接应他的同伴。等等，为首那个体型壮硕的蓝胖子，不就是区区4皇的圣皮吗？上了船之后，渔人们注意到你表情变得阴沉，人类可是他们最痛恨的。其中一个高大渔人跃中走出，泰格大哥，他是谁？阿龙，他是和我一起从玛丽乔亚逃出来的，救过我一次。阿龙冷哼，大哥，你该不会要带这个人类一起出海吧？鬼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出卖我们？阿龙不得无礼，就在刚才，他和我一起解放了奴隶们。阿龙点头，忽然变得热情，那跟我来，我带你去房间。可顺着船舱一路向下后，到了没人的地方，他面色阴沉，人类该不会真以为我是带你去休息的吧？趁现在我还在跟你好好说话的时候，乖乖滚下船。贺宁呵呵一笑，聒噪，举起右手，大量树枝藤蔓延伸将阿龙包裹，他身体之中带着惊恐，你是能力者。就在他被不断束缚的越来越紧时候，一只蓝色鱼手搭在你肩头。哦，什么时候来的？沈平叹气，我最怕阿龙做傻事儿，以防万一就跟过来了。没想到你不需要帮助，难怪泰格大哥说你救过他，原来你是能力者。一把将阿龙甩开。哦，如果你不打算把我赶下船的话，那就带我去休息吧，
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第二天，你发现鱼人们看你的眼神有了明显区别。泰格倒是先来给你道了个歉，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跟我说。你想了想，我想跟盛平学点战斗技巧，可以让他教我吗？泰格点头，你的眼光还真是挺好。于是接下来的日子，盛平对你进行这地狱式训练，几乎每天你都是被抬着进房间休息的。由于叠加了2倍的学习天赋，进步速度也是极快，短短1周居然就有所小成。将力量积蓄在拳头，然后用力挥出，形成强劲冲击波，正是盛平的拿手好戏——鱼人空手道唐朝瓦正拳。因为木盾的原因，你的细胞活性日益增强，这拳威力堪比鱼人身体素质打出。不仅如此，还掌握了武装色霸气，能和这个时期的盛平打得有来有回。某天，船长室内的泰格面色难看，手里正拿着悬赏令，金额2亿3000万贝利。与此同时，海军的围剿也迅速到来。新世界大海上，太阳海贼团被5艘军舰给围了个水泄不通，这定然是场硬仗。炮火战的时候，眼看太阳海贼团损失惨重，船体破了一个又一个窟窿。你双手一拍地板，船体两侧居然凭空生长出和树枝藤蔓交织而成的巨型盾牌，将大半个船身遮住。这正是木盾树解臂。泰哥喜出望外，干得好笑烦。接下来只剩让船快速动起来了。沈平，跟我来。他俩来到船尾，一左右各自施展鱼人柔术，利用水流的反冲击力推动海贼团高速前进。你也没闲着，利用木盾在船首制造了一只长矛状的巨型撞角。海贼团突破包围的瞬间，直接顶翻撕裂了正前方军舰，一举突围成功。船开出去老远后，泰哥走到你身边，拍拍肩膀，正想说什么，却发现你神情恍惚。此时你的精神意识随着那片迷雾再次回到了圆桌面前。火影世界的萧凡早已等候多时，并且空置的位子上再次多出一道人影。无需多言，他拿出魔杖轻轻一点， Wingardium Leviosa， 一片羽毛就漂浮起来。你俩都懂了，这个人是哈利波特世界的魔法萧凡。三人记忆再次进行了一轮共享。经过了解，魔法萧凡现在刚收到霍格沃茨的邀请，还没有正式入学呢。不过有了你俩的能力加持，也就可以放心去了。火影凡叹息道：“希望下次来个有点东西的，总不能每次都从我这里白嫖呀。”你笑道：“修行速度提升了3倍，还有啥自行车？你可真是不知足。”火影凡搂住你：“兄弟，这次给力啊！搞了个武装色霸气，配合木盾简直不要太强，刚好我有大用处。你那里开始打仗了吗？”他兴奋道：“当然，估计是建立村子前的最后一战，我要亲眼见证木叶村的建立了呀！”跟上次过程相同，这个灵魂世界没法待太久，各自就被传送了回去。没错，这个世界的你是千手一族的族人。与此同时，一场足以改变忍者格局的巨大战争即将发生。如今的时代，各国还没出现忍村，忍界中最负盛名的2个家族在动员战力，分别是千手一族和宇智波一族。你作为千手一族的前哨队，在草原上追逐一支宇智波小队，整整2天才确定了他们的位置。夜晚降临，宇智波一族的后勤部队在一处小河附近驻扎。行动前，队长嘱咐你们，血人眼虽然不如白眼，但还是有很强的侦察能力。一会儿行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查克拉的波动，不要引起对方注意。可你却发现了不对劲，守夜敌人很少，营地非常安静，这根本不正常。刚想开口提醒，可队长已经悄悄摸进一间帐篷。片后，没等来队长的信号，只有一声凄厉的惨叫。糟糕！同一时间，整个营地灯火通明，黑色人影团动，居然到处都是宇智波一族的忍者，是埋伏。队伍中有人大喊：“想办法突围！”蠢货，这时候分散力量就是找死，人家早就准备好陷阱等着了。果不其然，尝试突围的先手族人都被斩杀，还没逃走的迅速看清形势，聚到你身边。对面带头的宇智波一挥手，动手，火拼一触即发，对方有备而来，无论实力还是数量，你这边都难以招架，很快陷入下风。但是宇智波一族还是有所失算，从灵魂宫殿回归的你，天赋力量都是以前3倍。就在千手一族节节败退之际，你站了出来，双手开始结印。与此同时，大地一阵颤动，无数粗壮树木拔地而起，极短时间内形成了一片树海，正是奥义木盾树界降临。严格来说，类似低配版的树海降临。抽干了身上所有查克拉，威力也只有原版的一部分，但即便如此，对付眼前这群宇智波也绰绰有余。树海在你操控下不断绞杀对面，就算他们使用火盾，被烧毁的树也会很快重生。如此一来，形势逆转。突围成功的消息在千手一族传开后，你很快收到了千手柱间的召见。在看你施展完了几根木盾忍术后，他露出欣慰笑容。血祭界限不同寻常忍术，修习的难度和风险都非常大。本来柱间对于寻找传承人一事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出来了个你。一旁的弟弟先生飞间道：“大哥，他居然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将木盾修炼到施展奥义的程度，比你当初有过之而无不及。”柱间点头，天赋异禀的少年需要好好教导才能堪当大任，但他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师傅，在教导方面，弟弟飞间比他更合适。笑着拍拍你肩膀：“从今天开始，你跟着飞间好好学习打好基础，身为忍者，这个木盾可不行。”你心里是乐开花了呀！千手飞间那可是忍界史上少有的大发明家，开发出来的忍术尽数数不胜数。第二天一早，飞间就带你来到训练场。人体换中，体术才是忍者最重要的基础。来，让我看看
说完，单手剑召唤出一个影分身朝你冲来，速度相当之快。飞剑一边观察一边皱眉，这小子的反应似乎有些迟钝嘛。直到他准备给你打个0分的时候，你突然蹲了个马步，左手如弹簧手于腰间，轻吐一口气后猛然挥拳。这瞬间气流般的涌动，轰隆一声，影分身被一拳击破。正是愚人空手道2000枚瓦正拳。飞剑喃喃自语，这是全新的体术流派，这才多大就能自创一门体术吗？很有潜力啊！咳嗽2声语气平淡，体术还算过得去，以后还要继续加强。之后的日子，飞剑一直给你讲解忍术，有3倍天赋，学起来飞快，基本上只要知道就能做到，让他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有种想把自己所有忍术都交给的冲动。兴奋之余找到大哥，柱间却面色凝重，这绝对是千手一族100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天才，该磨练还是该保护呢？飞剑目光闪过狠厉之色，当然是磨练。如果过程中损毁，那就证明他不过就是这个程度而已，不值得将千手一族的未来托付给他。柱间摇头，那你把他带在身边，适当给点魔力，记得是适当。回到家后，你开始研究霸气，本能告诉你，霸气和木盾相信会很好，仅仅是武装色缠绕就能让木盾威力上一个档次。但目前的问题是，拥有的霸气还太少，别说覆盖木盾，就连覆盖全身都很难。忽然想到一个法子，如果利用幻术来进行精神层次的刺激，能不能达到磨练霸气的效果呢？急不可耐要验证，于是第2天来到地牢，找到了个被关押的最弱宇智波族人。当狱卒解开他眼睛上的布时，露出一只单勾玉，一只双勾玉。瞬间，你表情呆滞，被拉入幻术中。狱卒大惊失色，想打晕他，可这时一个声音传来：等等，正是千手飞剑。他仍有兴致，这小子还算谨慎，以后上战场保命不成问题。大哥还让我不要对他太狠，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了。果然，下一刻，宇智波少年发生闷哼昏死过去，而你也从幻术中醒来，看到站在一旁的飞剑，心里：老师上午好。还知道我是你的老师，一声不吭进地牢，做这么危险的事情，连忙解释，我想体验一下真正的写轮眼，免得以后在战场交学费。他呵呵一笑，算是默许。之后你继续换人修炼，逐渐的你发现，即使幻术中的负面场景刺激后，一直会有所爆发，惊人一层霸气。除此以外，随着木盾不断加强你的细胞活性，体质变强后，霸气也会缓慢提升，可以说是很美妙的化学反应了。就这样，经历了3次血轮洗礼，不仅武装色霸气更上一层楼，还顺带领悟了见闻色霸气。接下来的日子，两大家族战争持续大半月，除了千手之间和宇智波如日中天威慑群雄，年轻100里，你萧凡的名字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但出名的结果是危险也会接踵而至，连千手柱间都看中的天才必须第一时间绞杀。深夜，宇智波斑和弟弟宇智波全奈正在商讨，哥哥再拖下去对我们不利，我们必须孤注一掷，集剩余高手解决掉那个千手相反。这他一死，千手一族必定士气跌落到谷底。班沉默片刻，像弟弟说的那样，继续保持现状，输掉是早晚的事情。点点头，这事儿由你亲自带队去办，确保务必成功。他很想亲自去，但正面战场必须有他才能拖住柱间。当天夜里，你总感觉危险不得逼近，坐立难安。脑海中灵光一闪，果然感应到了是一个气息不明的人，正在有个岗哨往自己这边赶来，暗杀嘛。另一边，宇智波全奈悄悄撩个帐篷，看到熟睡中的你露出狞笑，一刀下去，可瞬间苦缠的触感让他一惊，这是木分身。与此同时，帐篷外的同伴发出惨叫：啊！全奈大人有埋伏！救命！全奈大人！掀开帐篷，发现外面全都是密集人营，带头之人正是你。他满脸痛苦，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暗杀？你不好意思挠挠头，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只是单纯睡不着，去散步而已。朱棣眼中闪过一丝不忍，这是好友般的亲弟弟，活捉他！可这命令让千手族的人没下死手，这一瞬间就是机会。原地上有部分本该死去的宇智波族人突然又复活过来。没错，之前被伏击的瞬间，他们当中有人利用同伴尸体抵挡了伤害，正是要抓住最后机会，用性命杀掉你，做出最后努力。就连千手柱间和飞间都没预料到，短暂被幻术控了几秒，而这点时间杀你够了。宇智波全奈血轮眼疯狂震动，这小子死定了。可冲到面前的瞬间，却发现他始料未及的一幕：你居然闭着眼睛从不破。以为不中幻术就不会死吗？蠢货！苦挥动，可明明闭着眼的你却轻而易举躲开。全奈来不及震惊，咬牙再刺，然后又别躲开。你马步微蹲，轻吸口气，反手一记2000枚瓦正拳重重轰在全奈腰上，一拳爆开，喷出大量鲜血，同时不敢置信，明明闭着眼，怎么可能精准预测我的一举一动呢？呵呵一笑，猜的。全奈怒火攻心，眼睛一翻昏死了过去。接下来的日子，由于全奈被俘，宇智波人心涣散，班明白作为主党，如今能做的事情也只是找到柱间，进行最后的决斗，做殊死一搏。这场战斗打响的时候，你飞间就在一旁观战。当然，由于速度实在太快，咱们也没开白眼看不清楚，只是一阵特效爆炸，班爷虚所能乎，柱间木盾木人之术打的是天昏地暗。最终，宇智波斑落败，
牵手柱间实在太变态了。不过他战败后，柱间并没有杀他，反而是再度请求他和自己合作同盟，建立一个和平的村子。由于弟弟全奈尚存人事，半犹豫了一会儿后，最终答应。可这个结果飞间实在不满意，宇智波就是个不稳定因素，除非牵手一族愿意让出主位，不然这些人早晚会造反，因为他们拥有的力量过于强大。你悄悄把他拉到一边，老师不用担心，宇智波一族本身并不团结，我们只需要不断拉拢分化，他们就壮大不了。飞间若有所思，如果是你的话，会打算怎么做呢？你笑了，成立一个部门，看上去地位很高，但却没有实权，把他们高高捧起，专门执行那种生还率极低的任务，让他们一边享受人们的赞扬，享受英雄的光环，一边再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去死，应该说牺牲。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高级的道德绑架。飞间摇摇头，班不是蠢人，一眼就能看穿你的小心思。你解释，这个计划还得从情感下手，我们要让宇智波一族对村子产生归属感，不能让他们成为村子边缘人，否则他们就会抱团取暖。飞间仔细品了一下，眼神一眯，还好你小子是牵手一族，不然我肯定第一个杀你。于是乎，牵手飞间对宇智波态度大变，甚至在火影投票的时候，飞间居然投给了班。虽然这对大局并无影响，因为大多数人选的还是柱间，于是这狠狠刷了一波好感度，宇智波全奈都放下戒心了，和飞间握手言和，重新认识一下宇智波一族、宇智波全奈，牵手一族、牵手飞间。时间一天天过去，木叶成立了暗部，本来大家都以为飞间会顺理成章成为负责人，可他居然把这个位置让给了全奈，而他本人则是退而求其次，成火影助理。暗部的第一要务是保护火影，这等于是把柱间的安全交了出去。宇智波全奈大为感动，接着在你的建议下，牵手飞间又自己在暗部内安插了一个特殊小队，暗中监视整个暗部的行动，也就是根组织。表面上大家都觉得牵手飞间为了村子的和平发展牺牲了自己应得的权利，可实际上他手里的权利一点都没少，只是隐藏起来。因为以柱间的性格，那些头疼的公务肯定会放给火影助理。另外，飞间还把警备部一半的权力交到了日向一族手上，收买了日向一族人心的同时，也有了一股可以和宇智波抗衡的势力。这一套安排下来，宇智波一族得到了很多利益，但身为族长的宇智波班却只获得了一个高级公务身份，没有任何实际好处。可怕的是，还没有人觉得有问题，甚至连宇智波内部都没任何意见。最后，则是成立了木叶忍者学校，擅长教导忍术的飞间成了第一任校长，你作为亲传弟子，则成为了第一位老师，收到的第一个学生名字叫做猿飞日斩。接着，你的意识一片模糊，再次回到宫殿内。海贼凡和魔法凡早就恭候多时。哈利波特世界的魔法凡第一个发出惊呼：哇塞，木盾，各种二代传说的忍术，还有霸气和愚人柔术，我们三个这是起飞了呀！你刚穿越就发现自己收到了霍格沃茨寄来的一封信，入学通知，愉快通知您已经获得就读资格。你眼前一亮，原来自己穿越到了哈利波特的世界。写完信交给猫头鹰后，很快一个胖女巫来到身边。萧凡先生你好，我是药草学教授斯普劳特，请随我来。说完就带你一起施展了移形换影。你们的第一站是对角巷，来这里置办入学道具，也就是魔杖。老板拿出一把山羊木龙心弦10英寸，快试试吧。你轻轻挥舞，结果无形冲击波四散，直接掀翻了货柜。老板摇摇头，很强大的魔力，但小伙子，他不适合你。而他们没注意到的是，这会儿你的意识已经脱离身体，灵魂来到一张巨大圆桌前，一共10个座位。那两人看到你，连忙起身。哎呀，是新同伴来了！仔细一看，大家的脸居然一模一样，火影世界的我和海贼世界的我嘛。他们点点头，没错。说着，火影凡释放木盾，海贼凡使用无双丝霸气。而与此同时，你们的记忆发生了共享，心念一动，居然双手结印，也释放出了木盾，而且枝条上居然还有武装色。你们的技能我也能用。他们呵呵一笑，没错，你在魔法世界可以好好加油啊！我们还想试试看阿瓦的索命咒的威力。点点头，这里一共10个座位，如果全部的自己都能找回来，那得强到什么程度？与此同时，宫殿外弥漫起烟雾，他们的声音越来越远。好了，灵魂宫殿每次能待的时间就这么长，带着我们的力量好好加油吧。喂，小巫师，小巫师，你刚晕过去了？你也摇头，不好意思，刚走神了。请问还有别的魔杖吗？他一直翻找，最终掏出一个布满灰尘的魔杖盒，试试看这个红橡木带血的麒麟片，9英寸长。我为他找过许多主人，但结果都失败了。他很挑剔，抽出来轻轻一挥，结果整个魔杖店都在剧烈颤抖。店内的横梁、柱子甚至门框，一些木质的东西都像有了生命，疯狂生长。斯普劳特吃惊，这股强大的自然魔力是从你身上来的。点点头，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可能是魔杖太强了吧。心中明白，是从火影凡那继承的木盾导致的，血迹界限深入血脉，对魔力的影响是很直接的。接着，你乘坐列车前往霍格沃茨，路上还偶遇了哈利和赫敏他们。由于只是聊天认识，我们就不多赘述。很快，视角切到霍格沃茨内，此时正在举行分院仪式，在麦格教授指挥下，教师们餐桌前放着一个四角凳，上面一顶破旧尖顶帽。没错，这就是灌注了霍格沃茨4位创始人思想的分院帽。学生们纷纷上去轮流戴上，
分院帽也会报出他们合适的学院。很快轮到了你，有点紧张。分院帽的摄神取念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呢？是只能读取浅层次的性格特征，还是直接读取记忆？而另一面，分院帽落在头里的一刹那，他有点诧异，怎么感觉像是放在了一块石头上面？什么情况？我年久失修了。就在他准备开足马力在力度的时候，感受到了一座虚无缥缈的宫殿，里面10个座位上都是可怕的人影。那些人影注意到有人到来，气势爆发。现实世界中，分院帽发出惊悚尖叫，我这一下，斯内普教授和邓布利多同时震惊站起。被伏地魔附身的奇罗教授死死盯着你。霍格沃茨近1000年历史从未出现过这一幕。分院帽到底怎么了？淡定的按帽子捏住嘴巴，威胁目光一扫，帽子就闭嘴。我现在重新把你戴在头上，老实一点，懂？最近睡眠不太好，刚才有点失态。很好，我看到你身上蕴含的潜质，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对知识无尽的渴望。Slytherin， 学生们瞬间鼓掌。你有点不满意？其他3个挺好的呀，为什么偏选了个斯莱特林？我还想安静点度过学校时光呢。喂，你是不是弄错了？分院帽回去一阵，错了吗？那话还没说完，帽子就被麦克教授提了起来，他神色复杂。分院帽决定不了你的未来。邓布利多校长打算亲自和你谈谈，先下去吧。晚宴后来到校长室，邓布利多目光深邃，难怪分院帽会那样，你身上好像藏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阻止别人窥探你的想法。你父母应该出生于东方古国某个有名的巫师家族，不然很难解释身上的东西。他递过了一根魔杖，孩子，能展现一下你的魔力吗？你有点琢磨。话说，如果邓布利多让我用老魔杖释放，会是个什么场景？穆顿碰上接骨木加叶其维语的老魔杖，究竟会引发多大冲击呢？邓布利多呵呵一笑，孩子，放心施法，有我在，不会出问题。一挥魔杖，那只木兽居然开始抽枝发芽，他震撼不已，难以置信，这磅礴的生命能量仿佛是大自然在亲自施法。沉默一会儿，你去斯莱特林吧。你忽然想起邓布利多的救世主改造计划，好家伙，不会是把我当成哈利的保险了吧？但这份上也不好拒绝，于是顺利进入斯莱特林学院。斯内普教授负责引导你走到宿舍的时候，他冷道：“你该不会是想让我连睡觉的床都帮你找好吧？”谢谢。尽管这家伙态度冷淡，你还是很有礼貌。走之前，他推销一句：“斯莱特林不同于其他学院，这里的学生对非纯血巫师的敌意很强，要是没能力保护自己的话，就趁早离开，别到时候把命赔在这里。”嗨，这不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吗？您走好。正如他所说，在宿舍的你的确受到了排挤，但也无所谓。来惹你的人被穆顿收拾了后，也都老实多了。接下来，你从麦克教授这儿学会了变形术，可以变成一只虎斑猫。而到了飞天扫帚课的时候，老师霍奇夫人给大家教学，麻烦大家将右手放在扫帚上方，这是和扫帚建立联系的第一步。说着，他感觉有点不对劲，因为学生里直接有个人跳到了扫帚上，两只踩住，大喝一声起。好消息，扫帚真的飞起来了。坏消息，人是站在上面飞的。霍奇夫人是真的要吐了呀！从飞天扫帚诞生以来，就没见过哪一位巫师是站在上面飞的。更见鬼的是，他居然还真成功了！正在飞天的纳威被吓了一跳，扫帚直接失控。眼见如此，你立刻冲了上去。纳威这感觉扫帚猛地一沉，双手都被弹开。没错，你只用魔力抢夺了他对扫帚的控制权。稳住！他想都没想，抱着你大腿。最后，你控制了2把扫帚缓缓降落。霍奇夫人都看呆了呀！不是强行夺走飞天扫帚控制权，这真是人能做到的事儿？忍不住鼓掌。萧凡先生，这是充满想象力的飞行方式，你是怎么做到的？凭感觉吧，我也不是很清楚。也是。不过全新飞行姿势的出现，说不定会对魁地奇运动产生影响。等霍奇夫人离开后，新生们迅速围在你身边，叽叽喳喳吵着要学，你无奈。我真的是凭感觉教不了。赫敏挡在你面前，语气严厉。萧凡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们就别再为难他。等大家一脸失落走了后，他鬼鬼祟祟凑到你身边，我把你们他们赶走了，记得要教我。接下来，霍奇夫人放出了金色飞贼，哈利由于过于专注，追着他飞出了操场，往打人流的方向急速前进。哈利不能去那边，很危险。眼看你们俩都跟了过去，霍奇夫人慌了。打人流可不是什么性情温顺的魔法植物。然而，等麦克教授和霍奇夫人拼命奔跑赶到的时候，你哈利金色飞贼像苍蝇一样围着打人流转，枝条把他抽打，企图把这些烦人的苍蝇拍死。麦克教授脸上苍白，你们快下来，不要追了。哈利不断躲避这条，这不是我能决定的。霍奇夫人，麦克教授忽然想到了什么，结巴，只要抚摸打人的结巴，他就会立刻平静下来。赫敏都急哭了，教授，我们根本没办法靠近那棵柳树。麦克叹了口气，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要施展魔法烧毁这棵树，必须优先保证学生们的安全。在这犹豫瞬间，魔力体力都见底的哈利飞行速度逐渐放缓，最终飞天扫帚被打人流狠狠抽中，惨叫一声，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就让大家的心都提了嗓子眼。可就在此时，半空中一道身影闪过，险之又险，一把抓住哈利的手臂将他救下，
坐稳了，而且手里拿出一颗金色小球送给你了，就当是补上你的生日礼物，并鼓励道你一定会成为优秀的找球手。等你拿到冠军，再送我个一模一样的。哈利碰着金色飞贼，眼里似乎有光芒闪过。等你落到地面的时候，大家都围了过来。霍奇夫人目光中说，她很肯定，以你刚刚表现出的水平，完全可以参加正式的魁地奇比赛。而哈利波特也有非同一般的潜力，无论是谁，将来都会成为霍格沃茨崭新的明星球员。可就在这时，学生们发出尖叫，因为大人流居然跟不破土而出，往他们这前进。麦克教授释放了一个火焰咒，可没想到大人流爬行速度远超他意料，只烧掉了部分枝条，很快就绕过两位老师，狂暴冲向学生。这时你注意到了不对劲，等一下，对方明显是朝自己这个方向来的，但不确定是冲着自己还是哈利。赫敏急死了，小凡赶紧跑啊！不行，我和哈利必须和你们分开跑，他是冲着我们来的。你把飞天扫帚递过去，你骑上去往反方向飞，不要往人多的地方。果然跟你猜的差不多，等你换了个方向后，大人流也跟着换朝你飞奔。哈利追悔莫及，是他不听劝追着进来，导致大人流暴动。更重要的是，你把飞天扫帚交给了他，万一小凡出了什么事儿，他觉得自己肯定会内疚一辈子。等你带着大人流跑到精灵附近的时候，已经没杀人。过来停下，武装色启动，准备给他来脏一拳。可就在此时，大人流居然也跟着停了下来，接着惯性一路滑到面前，可下一秒竟然不是攻击，反而是枝条轻轻在你身上蹭，像是在撒娇。热闹的哪说，该不会是握住一根注入魔力？结果大人流居然兴奋的手舞足蹈，因为特殊魔力的影响，他正在往生物方向发展。你懵了，这样下去，我不是要升德鲁伊了？伴随你家的输出，大人流全身散发绿色光芒，居然一点点长大，从3层楼高度到了5层楼。另一头，巡逻的海格正好看到这一幕，啥玩意儿？起猛了！看到一个巨大树茎底下站着个学生，而且这家伙非但没伤害他，还非常温顺。刚才靠近，结果就被误会一下给抽飞了。喂，别动不动打人！大人流非但不听，还本能用枝条缠绕你，逼迫你产出更多魔力。冷哼，我给你的你才能要，不能给你的就乖乖等着。手上闪闪武装式霸气，然后就是一招愚人拳法3000枚瓦正拳，咔嚓一声，大人流直接裂开。他慌了，颤抖低头以示臣服，这才乖嘛，用魔力帮他恢复身体裂痕。等大家都赶到的时候，校长邓布利多也来了。怎么又是这小子？昨天是分院帽，今天是打人流，你总能给我点惊喜。萧凡先生，我真心希望明天能听到你安静上课的消息，这是一个100岁老人的心愿。严肃起来，还有别再让你的同学睡地板，再这样下去，耳朵医务室床位快不够了。你总监，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得看他们能不能消停，毕竟挑事的又不是我。邓布利多哑口无言，或许一开始就不该让他去斯莱特林，本以为他会用天赋一点点改变斯莱特林对麻瓜的认知，结果没想到人家用的是拳头，巫师不用魔杖，而是用拳头解决问题，近战巫师的属于是。而与此同时，你的意识一片模糊，再次来到了灵魂宫殿，熟悉的火影番和海贼番都在，除了他们俩以外，还有个全新的自己。4个人在共享了记忆之后，你发现这个新加入的居然是来自鬼灭之刃的世界。你刚穿越，就发现这个世界天黑后有吃人的鬼出没，还好在被袭击昏迷的一瞬间被鬼杀队救下，并送到了蝶屋。驻守这里的正是蝴蝶忍。看到这儿，马上反应过来，我这是穿越到了鬼灭之刃的世界吗？一拱手，蝴蝶忍大人，我不想再莫名其妙死在鬼手里，你可以教导我如何成为一名剑士吗？他有点为难，愿有旨，不上套，索性咬牙。蝴蝶忍小姐，请收我作为你的继子吧。鬼灭世界的继子是一种继承人身份，通俗点说，也就是筑级剑士的真传弟子。而当听到你的要求后，他俏脸一红，不，我还不是。咦，这个蝴蝶忍怎么性格跟印象中的不太一样，有点害羞。就在这时，有人哈哈大笑，居然有人想成为小忍的继子，真是太有意思了。一个长相更不成熟，跟蝴蝶忍很像的女子出现在你面前。小忍不是猪，没资格收继子，我的话倒是还可以，有没有兴趣啊，小弟弟？5秒后，你反应过来，居然是蝴蝶香奈会，他还活着嘛？也就是说，现在的时间线距离进行开始至少还有4年时间。香奈会摇头，可惜你不适合修炼我们女性的呼吸法，不如去找找看我身后的人。话刚说完，一个僧侣走到面前，双手合十，正是原著中实力最强的筑基战士岩柱悲悯与行名。他摇头，你的想法很好，但体质并不合适，还是再多多修炼吧。而就在此时，一旁的影子里飞出一只恶鬼，直扑香奈会面门，害死我的魔头同伴，给我去死吧！岩柱冷哼，刚才的遗漏居然是隐身的血鬼术嘛，找死！气势爆炸瞬间，那恶鬼居然调转方向直扑你面门，骑住这小鬼，我就有机会出去。而被撞击到的一瞬间，你只感觉晕了过去，随后意识便来到了一张巨大圆桌前，一共10个座位，其中3人见到你热情打招呼，哟来啦！你惊讶发现他们3人居然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这是服装各不相同，有佩戴木叶护额的，有穿海贼服饰的，还有拿魔杖的。与此同时，你们的记忆发生了共享，很快明白了一切。简单来说，你的灵魂同时穿越到了不同世界，有的人是火影，有的人是海贼，还有人是哈利波特。每个你的能力和记忆都可以共享，换句话说，你的金手指
就是你自己。不但如此，此时还从火影番身上获得了木盾，海贼番身上获得武装色剑王之霸气，魔法番身上获得了火焰咒、清洗咒等。这外挂有点逆天啊！火影番呵呵一笑，同伴，鬼灭世界的呼吸法可是好东西，如果能得到日之呼吸，我这边就能招尾兽了。你点点头，放心，交给我。这会儿宫殿内弥漫起浓雾，这是时间到了。醒醒醒醒啊，少年！一睁眼，蝴蝶忍和香奈会都在，眼珠双手合十，你受惊了。刚才那只隐身鬼已经被我斩杀。忽然他眉头一皱，刚才是没观察仔细嘛？至少你体质居然如此之好。没错，你的身体这会儿已经得到强化，木盾血迹界限不是开玩笑的。他主动开口，你的体质很适合我的炎之呼吸，要不要考虑成为我的继子呢？你果断点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跟在岩柱身边学习。第一节课就是用底部为锥形的2个金属水桶挑满水上下山。短短半个月时间，实力果然突飞猛进，就连岩柱都震惊你的表现，这天赋未免太过恐怖。他给你定下的计划是半年完成修炼，没想到这小子仅用半个月就练成了全集中呼吸法。然而这是4倍的修炼速度，外加一堆外挂的共同成果。接下来打造日轮刀的时候，你选择了斩马刀形态的武器。这天，师傅悲鸣雨要去清理辖区内的鬼，离开寺庙前叮嘱你要记得点燃藤花香，结果被你给忘了。夜晚在院子里修炼剑技的时候，一股臭味飘来，屋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你屏息凝神，进入到全集中状态。下一秒，大门轰然倒下，一道黑影快速冲向你，手中刀从上往下挥砍，炎之呼吸，2之行，天面碎。狂暴的气流让偷袭黑影一惊，巨人提前腰身一扭就要躲避，瞬间斩马刀跟长了眼睛一样，提前出现在他闪躲的位置，一只手臂直接斩掉。我你怎么可能预判我的方向？我的血鬼术不起作用了吗？你呵呵一笑，如果猜得不错，你的血鬼术应该是预知危险，不过很可惜，见闻色霸气，了解一下。接下来轻松几刀，无论他怎么用血鬼术都避不开，直接干掉。等到翌日天亮，岩柱回到寺庙后，嗅到恶鬼气息面色一变，可出现的瞬间却看到你打着哈欠推开房门。西米先生，您回来了呀？他陷入沉默，这小子才修炼多久就能独自斩杀一头鬼了？我是不是该直接推荐他去参加最终选拔？可他才修炼了1个月啊！这种速度简直骇人听闻。考虑再三后，他还是写了一封信让你上路参加最终选拔。毕竟以你的天赋实力，只缺实战的磨练。鬼杀队急需天才加入。3天后，你独自一人前往藤崎山参加试炼。刚进战场，就有不少人盯上了你。这就是岩柱推荐过来那个才修行不过1个月的小子嘛。而人群中，一个戴着蓝色笑面虎面具的少女引起了你的注意，总觉得这家伙有点眼熟。等了一会儿，鬼杀队派人来通知最终选拔的内容，在藤崎山上存活7天。你走了一段路后回头，无奈道：“喂，差不多得了，你还要跟到什么时候？”狐狸面具的少女停下脚步，弱弱道：“对不起。”你疑惑为什么跟着我？少女很不好意思：“我没见过这么大的刀，一下看得有些入迷了。我叫真姑，对你没有恶意。如果你不高兴了，我现在就可以离开。”听了这个名字，脑中灵光一闪，想起来了，真姑不就是主角炭治郎的同门师姐吗？按照原著剧情，她就是死在了这次藤崎山试炼，原因是山里的 BOSS 守鬼被前任水柱，玲珑佐进此关进了藤崎山，彻底发狂。每次最终选拔都会猎杀玲珑佐进次的弟子作为报复。他脸上是狐狸面具，就算是佐进次弟子的标志。算了，你话还没说完，森林中几头黑影突然扑来，人肉是新鲜的人肉，嘎嘎嘎啊！杀了你们！灯道光一闪，真姑把刀，海浪的声音响起，水之呼吸，2头厉鬼身上异术化作飞灰，其他鬼见势不妙，向你扑来，呵呵一笑，连软柿子都不会挑，难怪这辈子是做鬼的命。手起刀落，4、5的黑影直接被一击而。真姑看得目瞪口呆，这什么离谱力量？现在的新人杀鬼都这么轻松吗？不过斩马刀杀鬼的场景太过血腥，他有点紧张，拔腿就要溜。你担心他遇见守鬼，遇上原著的遭遇，开启见闻色霸气，在后面追赶。喂，别跑啊！然而越在后面追，小姑娘就吓得脸色越是发白，跑得飞快。而这动静也吸引了不少其他鬼缠住了你。不知不觉间，真姑闯进一片树林，里面的那只可怕怪物正是正在吃人的守鬼。看到真姑头上的狐狸面具，眼中冒出兴奋光芒，嘎嘎嘎！这不是玲珑的弟子吗？又给我遇见了！真姑面露警惕，你是谁？难道我失踪的那些师兄姐们都被你给……另一边，你杀了所有山上来的鬼后，长出一口气，正要找个歇脚地方，见闻色霸气却发出了预警，是守鬼。在藤崎山实力强极到这种程度的鬼，只有他。真姑不会刚好撞见了吧？另一头，浑身长满手臂的守鬼一边让真姑打，一边疯狂嘲讽：“被我吃掉的玲珑佐进次的弟子足有12人。小狐狸，你即将成为第13个。多亏了你戴了你师傅给的面具，我才能认出你们的身份啊！解除灾厄的面具，这和玲珑亲手杀死你们有什么区别？真是讽刺啊！”嘎嘎嘎嘎嘎！少女全身颤抖，特别是听到前辈枪突死亡的全过程后，心态更是逐渐崩溃。闭嘴！才不是你说的那样，玲珑先生是为了让我们平安回去，才送给我们消灾面具的。我绝不允许你这样侮辱他！
可这样的愤怒让攻击频率开始变乱，守鬼求准时机，一条的手臂包围过去，直接扯出双腿。我说过要杀光玲珑所有的弟子，你也不例外，去死吧，小鬼！而就在此时，刀光闪过，守鬼猛然一惊，结果下一秒发现自己手臂全被砍断，直接暴怒：是谁？哪个该死家伙？你从暗中拿起落在地上的战马刀，呵呵一笑：你这模样怪瘆人的，把你修理一下，看上去不至于那么丑。守鬼上身恢复，愤怒大吼：别说大话了，你们两个都得死！巨大身形向你冲来，就要碾死二人，可你却经过战马刀，一股股白色气流从口鼻喷出，呼吸法全集中，然后下一秒还不够，雾中色霸气强化，从腕部开始，连带着整把战马刀都被霸气覆盖。与此同时，脚下一踩，木盾数界降临，守鬼周围的树木疯狂生长，阻挠他前进。接着猛然一挥刀，守鬼头颅飞起，不可能，人类不可能有这种力量！我斩杀完守鬼后，你呼出一口气，抱起昏迷不醒的真姑，冥冥之中感觉到似乎有人在注视着你，应该是玲珑左近次死去的那些弟子，默默点头向他们示意。然后等到第7天选拔结束后，你带着真姑下山，幸存下来的少年们都面露惊惧看着你，他们这些天亲眼见证了天才的诞生。让医护人员送真姑去养伤后，你也顺利通过了鬼杀队的考核，得到了一只专属松鸦。而他给你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让你前往有鬼出没的地区一座偏远小镇。来到小镇上，你开启电文色，试试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情报。忽然听到个人名，喂，炭十郎，今天又卖了这么多炭，炭十郎有点耳熟。走过去一看，卖炭的红发男人背着个背篓，手牵着个长相可爱的小男孩，额头有一道烫伤的疤痕。出门前祢豆子跟我说他想要个玩具，炭治郎，我们去给妹妹买玩具怎么样？好呀好呀，我们可以给祢豆子买玩具。可是那家木工玩具店已经中午了，还是紧闭大门。炭治郎刚想敲门，一只手伸过来抓住手腕，这家店关门了，下次再来吧。小炭治郎面露惊恐，父亲，这里面有血的味道，好多血。炭治郎面色一变，你点点头，鬼就在那扇门后。等一下，如果真的是鬼，你打算怎么解决？你呵呵一笑，当然是杀掉，我可是猎鬼人，等事情结束后，我会在村外等你的。说完走进昏暗店铺内，旁边一个路人老板听到这边的动静，还想往店内走，却被炭治郎拦下，别进去。老板骂骂咧咧，你这是咋的啦？有啥不能进的？话音刚落，咚，一个黑影飞出，落在地上，掉到路人老板脚边，面具狰狞，这么尖牙，妈呀，这是什么？鬼被射到阳光下，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很快烧灰烬。傍晚在村外，炭治郎父子匆匆到来。当他表示感谢的时候，你直言不讳：我想和你做一笔交易，叫我神乐舞吧，我会给你一笔不菲的钱财，让你和家人过得更好。炭治郎有些犹豫，你便跟他说了鬼杀队的来历，讲述了继国原因和炭吉的友谊，将一切全都告知。对于这个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男人，无需任何的隐瞒，以他的性格也不会到处传播。他也有点感慨，没想到日之呼吸居然是以这种形式传承下来的。如此看来，我短暂的人生也是有意义的。作为回报，他在血液中跳了一支神乐舞，给灶门一家留下一笔钱财后，你回归了鬼杀队，开始日之呼吸法的修行，偶尔也会去蝶屋陪真姑和蝴蝶姐妹玩耍，感情日益深厚。而与此同时，无限城内蚁窝座正在跟无惨汇报，听说有个天才杀鬼剑士诞生了，我打算去会会他。而另一边，其他世界的你也都有了各自机遇。海贼凡在太阳海贼团待了几个月后和平离开，并且加入了红发海贼团，跟红发学习霸王色霸气。火影凡这边则是要进行一件大事儿，和宇智波斑一起组队捕捉尾兽。鬼灭世界内这段时间，由于你不断斩杀恶鬼，声名鹊起，这也引起了上弦之3蚁窝座的注意。听说那个新人的身体素质几乎可以媲美我们，我不信，我想跟他战斗试试。上弦之2童魔用扇子捂着嘴，我也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人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击杀大量鬼？镜头切回你这边刚完成任务回到蝶屋，香奈会和你打招呼，回来了，正好过来休息一下，吃个饭。之后，香奈会提起自己最近要出个任务，等到出门时，你突然感到一阵心悸。前辈，你要是觉得无聊，我可以陪你一起去。香奈会脚步一顿，温柔笑笑，你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吧。他却点点头，好呀，你就跟上来吧。一个人执行任务确实有点无聊。很快，你们来到一个叫安吉的小镇。最近这里失踪了5位女性，年纪从15岁到25岁不等。根据鬼杀队本部传的情报，作案者很可能是精通血鬼术的强大恶鬼。这回小镇上静悄悄，安静的可怕。街上迎面正好走过来一个摇着扇子的人影，二位真是好兴致，在这么寂静的地方还有闲心逛街聊天，让人看了心生羡慕啊。他眼中瞳孔倒映的2正是上弦之2童魔，原著中杀死蝴蝶姐妹的恶鬼，一个变态。香奈会捏紧手中的刀，那些失踪的女子就是你搞的鬼吗？童魔嘴角上扬，像你这样美丽的女孩，吃起来口感是最好的。香奈会拔出腰间的润刀，漫天花瓣散落，带着无穷杀气。童魔眼中兴奋，这种气势应该是柱吧。
我的运气果然很好，刀光一闪，大量花瓣吹向童魔，他挥舞扇子，冰霜挡下攻击，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香奈会闪身至童魔身前，挥刀砍向他脖子，童魔继续折扇，冰霜阴极同样战击而去。香奈会正准备拉开距离，可冰霜风暴突然爆发，回过神时，童魔已站在他身后，捉住手腕，你身上的味道真是让人忍不住流口水。嘴唇越来越靠近香奈会的脸，可瞬间他半边脑袋炸开，捏着冰冷拽掉他剩下的半个脑袋。废话真多，除了欺负女人，还有别的本事吗？啊，童魔好气！正发狂却被你一脚踹开。前辈没事吧？他不是一般的鬼，是上弦之二，不太好杀。香奈会点头同时心中震撼，萧凡这家伙仅靠肉体力量就逼退了上弦之二吗？小家伙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转瞬间童魔身上伤势恢复，眼中红光闪烁，没想到传言属实，你的身体真的可以媲美鬼。嘎嘎嘎！我要尝一尝你的味道。你呵呵一笑，媲美？你们这些怪物未免太高看自己。话音落下，鼻息喷出两道白雾，日之呼吸流转，白雾进而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焰。香奈会很是诧异，他记得你修炼的明明是炎之呼吸，怎么运转起来像是炎之呼吸呢？而随着日之呼吸稳定，你恍若一尊太阳，仅仅站在那里就让童魔感受到巨大压力，面露惊惧。这什么呼吸法？太诡异了！不可能！我要回跑给无惨大人！不等他反应，你一步跨出，童魔连忙施展血鬼术，无数冰晶凝结，试图阻拦住攻击。可你呵呵一笑，阴招不是只有你会用。木盾瞬间这条从他身后破土而出，干扰走位。怎么可能？这样木头哪里来的？入破的一瞬间，一拳轰出，火焰凝结在拳头上，轰碎冰晶，砸向他面门。我双目通红啊！你该死！你呵呵一笑，这还只是开胃小菜，正准备继续出钱，可忽然有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发现手臂见势不对，连忙调转方向，砰！一声巨响，二鬼同时被你砸飞出去。时间散去，看清楚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上弦之三一窝座。他手臂折断，却毫不在乎，心脏颤抖。人类，想不到你真有这么强大的肉体力量，你应该跟我们一样进化成鬼，而不是浪费你的天赋，加入我们吧。你呵呵一笑，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晒日光浴。童魔的眼神还是死死盯着香奈会，他有点担心，无论他们中谁来杀我，我都会尽力投出对方。你集中精神，不要管我，千万别分心。你摇头，没这个必要，这两个都由我来杀，你保护好自己。上弦二加上上弦三，干掉你们，无惨也会很心疼吧。一步跨出，接下来轮到你了，一窝座，淘气。呀喽，小凡，向你快步靠近。向我走过来了吗？不是逃跑，而是向我相反这边靠近了吗？一窝座冷笑，不靠近点，怎么能把你揍趴下呢？那就走得更近一些吧。砰！二人瞬间动身，童魔也恬不知耻凑上偷袭，然而你的速度更快一步，正是见闻色。预判到他的走位还没完，双手伸出，武装色强化，一手一个按住，一窝座脚下一个马步，休想！可这一瞬间，他是从你口中听到了几个字：木盾树海降临。一瞬间，树木疯狂滋长，大地震动，他们脚上被无数枝条缠绕，轰隆一声，将二鬼的脑袋同时往地下狠狠一按，砰！地面居然都被撕裂开一道孔子。这俩鬼口都口不出来，他们还想挣扎，却在你的巨力下根本挣脱不开。一窝座抵抗大吼：这不可能！人类绝不可能拥有这种程度的力量！童魔施展冰冻，试图冻住你手臂，但冰霜气息瞬间被你身上的高温所融化。没错，日之呼吸正在疯狂流转，你脸上斑纹长出，宛若太阳神。童魔这一刻想起一种可怕刑罚——炮肉之刑。香奈会在后面都看傻了，上弦是那么弱小的鬼吗？不对，不是他们太弱，而是萧凡太强了。一窝都知道再这么下去迟早是死，求生欲爆发，居然拼了断脑袋的风险强行挣脱，用出了以伤换伤的打法，双拳一斩，破坏杀乱世，无数拳影挥出，落在你身上。然而所有攻击在后，只有金石叫命的声响。他傻眼了，这个人类到底什么实力？能用肉身接下他们的输出吗？要不要这么恐怖？不对，他很快注意到，在猛攻下，你的衣服被迫敞开的领口，下面的颜色不是皮肤，而是黑色。这到底是什么怪异手段？你问这个？不好意思，武装色，上半身全覆盖，了解一下。一窝座双目通红，别用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跟我说话。你以为你是无惨大人吗？破坏杀，中式斗气化作半天裸针飞舞，在阵域中，你却缓步走去，每一步都会遭受真雨洗礼。直到你毫发无伤站在一窝座面前时，他绝望了。不只是他，一旁的童魔喃喃自语：一窝座，你就在这里好好沉睡，我会向无惨大人报告你的英勇。正开溜，一阵花瓣被风吹来，落在面前，这是香奈会。他语气坚决：我不会让你离开这里的。童魔彻底疯狂！这年头怎么什么阿妈口都敢走来自己？你以为你是谁？
他可以杀我，不代表你也可以。没关系，只要我拖住你，就很快轮到你了。最坏的情况不外乎我死在你手上，只要你没机会逃走，我无所谓。另一头，以我这表现呆愣，信念已经动摇，对战士而言这是无法恢复的伤口。原来鬼并不是人类进化的表现，人类本身就可以强大到这种程度吗？为什么你会如此强大？呵呵一笑，可能是因为我经常晒太阳的缘故。他绝望闭上眼，也没废话，一拳击碎脖子。另一头，童魔下手狠辣，香奈会此时已经有不少地方挂彩，漂亮羽之上满是鲜血。可童魔越绝望，他越开心。童魔急得要死，滚开，让我走！漫天冰雪以他为中心爆发，一座巨大菩萨雕像出现。而那菩萨举起手刀要斩落的一瞬间，忽然连环密布，随后粉碎成无数冰块。在冰块落下的背景下，失影的日轮刀挥出，延续的刀光一刀斩掉童魔的头颅。至此，上弦2，上弦3足。香奈会再也支撑不住，身体一软，念起手快，揽住肩膀。对不起，刚才的战斗没帮上什么忙，还得麻烦你照顾我。你呵呵一笑，我在蝶屋的时候，前辈不也一直在照顾我吗？后勤人员很快赶到，蝴蝶人看到浑身是血的姐姐冲上前来，一把抱住，失声痛哭。你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但没过多久就被拷打。你这个笨蛋，为什么要跟着香奈会姐姐过来？就是因为你，她才会受伤的。香奈会连忙拉妹妹衣服，你别丢人了，要不是萧凡，我早死了。他一个人斩杀了2头鬼，我根本没帮上忙。在场众人一听，竟是愣住，什么鬼实力这么强大，连身为柱的香奈会都束手无策。而得知你斩杀传说中让柱几件事都无功而返的上弦鬼后，现场众人更是震惊麻了。几百年来从来都没有陨落过的上弦鬼，今天一口气死了2个嘛，这小子的实力要不要这么逆天？看他们这么惊讶，香奈会问，这情报你的宋押难道没传出去吗？你耸耸肩，那都是小事，你受伤了，我肯定要让他们赶紧派人过来救治呀。香奈会一愣，耳根子有点泛红，蝴蝶人视线在2人间不断游走。哦吼吼，这2人不对劲啊！很快，主公常务副摘要在得知上弦鬼死亡的消息后，兴奋到连忙召开了主客会议，商讨接着事宜。另一边，无惨夺取了童魔和蚁窝的死前的记忆后，面露惊惧，日之呼吸法，继国元一明明已经死了，所有掌控日之呼吸的剑士也都死了，为什么还会有人会这种呼吸法？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必须把12鬼月剩下的鬼集合起来，传令下去，所有的鬼都往无限城靠拢。另一头，你的意识也飘回了灵魂宫殿，这一次居然出现了新人，而他正是来自咒术回战的世界。而火影世界的你获得了这些能力后，成功避免了宇智波全代的死亡。如今火影忍村由千手柱间领导，宇智波斑辅助。这一时期，千手一族和宇智波一族处于蜜月期，整个木叶空前团结。其他各国见到木叶的发展迅猛，也都纷纷效仿成立忍者村，建立一国一村制度。但也正因此，整个忍界又有了动荡和战争的风险。这天，千手柱间召集全体木叶高层，做了一个惊人决定：我要把所有尾兽全部封印起来，平分给每个国家的忍村，只要大家实力相当，就能保证和平。听到大哥的发言，千手飞见到脸一黑，与你默默对视都一脸无语。反而宇智波斑因为弟弟全代没死，很是赞同这个计划。抓捕尾兽对于我们来说倒也不难，如果等到其他国家和忍村整合完毕，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宣布联盟，一起来对付木叶。而在会议上，对于尾兽的分配，你提了个意见，那就是按照尾巴数量进行划分，1尾和8尾，2尾和7尾，3尾和6尾，如此配对。至于实力最强的9尾，则是交给擅长封印术的漩涡一族来掌控。斑和飞间对你的计划很认同，就这样，木叶抓捕尾兽计划也有条不紊的展开，斑爷成了木叶的打工仔。很快计划接近尾声，只剩下殊死逃脱的8尾牛鬼和行踪神秘的9尾妖狐没有抓捕。然而随着大范围活动，其他各国也都反应过来木叶的计划，纷纷谴责和质问千手柱间。这下柱间无奈亲自出面解释，将分配尾兽的想法公之于众。如此，无影会议仓促在雷之国举行。后续为了顺利实施分配尾兽的计划，柱间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你和宇智波斑，让你先带着3队人马，总共12名精锐暗部小队前往龙之国。终于在一处隐蔽峡谷内找到了那只巨物8尾牛鬼，别问怎么找到的，问就是见闻色霸气。你们没有急着出手，而是默默布下结界，静静等待一个人。傍晚，一个黑影从身后出现，干得不错，小子，难怪柱间和飞间那么看重你。如果你是宇智波族人，说不定我也会收你当弟子。没错，正是宇智波斑，他丝毫没有掩饰强大的查克拉。8尾瞬间激起发出咆哮，一时间地动山摇。下一秒，一股热浪喷涌而出，火遁好火灭却。这种级别的战斗太过可怕，你不敢大哥溜到结界边缘，双手结印，木盾树接壁，结果一层根本扛不住。斑爷的好火灭却太吓人，连忙再多加了一层。斑也注意到了这点，呵一笑，本来还想热身一下，看样子好像没那么多功夫陪你玩，早点接受战斗吧。说罢，竟然直接召唤了完全体须佐能乎。8尾开启尾兽域，喉咙一声爆炸，2人打到山崩地裂，地形都被改写了。在外头连忙又竖起好几层树界壁，12名暗部支撑不住结界，齐刷刷倒下。这中间有个离谱事儿，8尾一发尾兽域，斑爷用须佐能乎的剑一刀两断，结果碎掉了尾兽域，有一部分飞到了你这里。
这都能误杀，直接把你辛辛苦苦布置的10级的防御给干碎了，目瞪口呆，这都快比得上蘑菇弹了吧？而且完全体系佐能乎和8位打起来动静太大，眼看结界马上就爆了，再不想办法，暗部小队就会团灭，该怎么办呢？这时余光扫了你一眼，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取消了虚佐能乎的常见，改成4只手臂和8尾肉搏。而在8尾没注意的时候，悄悄绕后开始结印，伴随结印完成，巨大的红色鸟居在8尾头顶幻化而出，急速下坠，正式施展木盾冥神门。8尾动作一致，在没学过仙人模式的情况下，能遏制住8尾的查克拉，已是极为不易。半爷哈哈大笑，好机会，4把虚爪长剑同时幻化，接着砍下。8尾发出痛苦哀嚎，完全没给他喘息的时间，接着就是猩红的血轮眼。8尾瞬间中招，片刻后不再挣扎，眼神变得麻木空洞，捕捉成功。事后半夜看着你筑阶的冥神门似乎要在一种特殊状态下才能发动，但你刚施展的时候打破了这种限制，是飞间帮你做了改动吗？你摇头，不是，老师，是我自己做了一部分调整。他眼神一热，如果可以的话，真想把你从千手一族那里抢过来。回村后只剩下9尾在外还没有捕捉，由于暗部无法参与到这种级别的战斗，宇智波斑干脆提议，樊小子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抓9尾呢？有我在，绝对不会让你小子出什么事儿。面对他的盛情邀请，你回想起上次半爷和8尾大战时毁天灭地的场景，连忙摇头拒绝。班大人，你是知道我的，我只想躺平当个忍校老师而已，尾兽鱼那种东西挨上一发，连骨灰都不一定找得到啊。接下来暗部多日探查，终于锁定了9尾的位置，居然就在火之国边境。是他酣睡时候，宇智波斑直接出手，他让你们远离警戒即可，这种战斗余波不是你们所能承受。等他和9尾激动震撼时，这一瞬间，你的见闻色感应到了什么不对劲，大家警戒！大吼一声的同时，迅速结印，身前升起一道树阶壁，一团黑色生物出现在你面前，冷哼一声，正是大筒木辉夜的意识产物黑绝。该死的，如果不是你，宇智波全乃早就该死了。宇智波斑本该受的痛苦都被你给破坏了，你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出现好像大幅妨碍了黑绝的计划呀。因为全乃没死，斑并没有黑化，反倒是木叶村变得前所未有的团结。两名暗部队员迅速出手，血轮眼让黑绝身体僵硬，报告队长已经把敌人控制住了，可你却紧皱眉头，不对劲，10分有9分的不对劲啊。身为大筒木辉夜的意识产物，黑绝会那么轻易的被幻兽控住吗？果然，看你原地不动几秒后，他嘎嘎一笑，控制住了你的部下，其实没骗过你。现在杀不杀宇智波全乃已经没那么重要。通过这一阵子观察，我发现无论是千手入间还是宇智波斑，都对你十分器重。只要杀了你，带你一起参加任务的斑绝对会和千手家产生隔阂，到时候一切都会回正轨。去死吧！瞬间占用你的身体，而你的意识也陷入混沌。与此同时，黑绝来到一处巨大灵魂宫殿，大圆桌前赫然坐着10个气势恐怖的身影，其中刺猬头那个冷哼一声找死，气势猛然爆发。随后黑绝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快速消散。不，你这是什么怪物？我与此同时，现实世界的你冷汗直流，刚才发生什么了？黑绝好像消失不见了。与此同时，你的灵魂被传送回了灵魂宫殿，其他世界的你也回来。海贼团道，我感觉宫殿的能量增强了，这是吸收了什么东西吗？你沉吟片刻，或许是吸收了黑绝。随后你们进行了一轮记忆共享，目前了解到鬼灭番的收获最大，日之呼吸锤炼到了极致，开启了斑纹和通透世界。魔法番在学习魔杖制作，并整理了实用性很高的咒语，还给大家制定了修行计划，属于可靠的后勤科研人员。海贼番呢，在仙克斯的帮助下，逐渐接触到霸王色的领域。之后9只尾兽都被宇智波斑封印，千手之间便请来了漩涡一族的封印高手进行后续处理。这会儿你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个人，漩涡水户，也就是初代火影千手柱间妻子的人选。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你身边，语气沧桑，柱间的妻子就在那些人里。通过这样的联姻，能够彻底巩固两大家族的关系，也只有这个基础上，千手飞间才能同意漩涡一族的人成为9尾人助力。说着，他目光灼灼盯着你，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未来火影和千手一族族长的位置迟早是你的。这小子必须成为宇智波一族的女婿，而且一般人跟他联姻还不够级别，至少得是自己或者全代的后代。过了一阵子，即将举行无影会谈，会议现场决定了分配方案：杀忍村获得1尾和6尾，炎忍村2尾和5尾，雾忍村3尾和4尾，云忍村8尾，铁柱国7尾。半爷霸气开口：诸位还有什么意见可以现在提出来，要是之后大家再说二话，那可就是挑衅了。大家纷纷表示同意。接下来就是木叶村索引相要代价的环节，本来是正常缴纳金钱，但宇智波斑却临时起意，他要求各忍村除了金钱还必须拿出一门强大的忍术。此言一出，四影面色骤变，半夜呵呵一笑，作为交换，我也会拿出一门秘术。四影这才面色缓和，最终同意。班会心一笑，朝你点头：小子，想要什么忍术，你去跟他们提，你懂了。这用心很良苦啊。其实最想要的就是炎忍村2代秃鹰的陈顿，不过他们肯定不会答应，不如退而求其次，选择超轻重炎之术。最后一番取舍，除了这个以外，你交换到了杀忍村的傀儡术、雾忍村的真威暴威以及雷忍村的雷遁之铠。回到火影村后，
班提起件事儿，祝坚，我也有结婚的打算，你觉得如何呢？祝坚难以置信，你这个木头居然也会有想结婚的一天吗？他瞥了一眼，我做出这个决定，只是因为这个对宇智波一族有益而已。祝坚恍然，这倒挺符合你的性格。之后，牵手祝坚和宇智波斑举行了婚礼，牵手祝坚娶的自然是漩涡水户，宇智波斑则是娶了宇智波族内的一个女人。婚礼期间，你去班那边帮他安排事务。牵手一族和宇智波一族的婚礼上习俗有所不同，班大人同时举办的话，还要把细节先商议好。他有点不耐烦，我不是说了你们怎么方便怎么做吗？我不在意这些东西。一脸为难，问题就在于祝坚老师也是这么说的。班无奈摇头，祝坚这家伙知道了，我会去跟他商量好，尽量不让你们这些小辈为难。十分感谢班大人。他忽然目光停留在你身上，凝视一会儿，缓缓道：以后不要再叫我大人了，就跟祝坚一样，叫我老师吧。你愣住了，这是哪一出？他冷声：怎么，我的实力不如祝坚，所以没资格当你老师吧？哦，这不是，感谢班大人喜爱，只是这件事我还得先回去禀告祝坚老师。他点点头，也好。这时候你也成为了班的弟子。忽然意识一阵模糊，灵魂再次来到了大圆桌前，而这次的新人正是来自四神世界。由于前阵子你斩杀了上弦二童魔和上弦三蚁窝座，这件事情引起了鬼杀队震动。主公产无夫摘要兴奋无比，立刻召开了祝贺会议。他迫不及待想要动用预知未来的能力，在你身上得到启示了。参加会议之前，你和香奈会盯着蝴蝶人，要留守看好蝶屋，而且还要照顾好年幼的香奈乎。临别之前，他心中一动，突然把蝴蝶人拥入怀中。小忍，你再等等，我们马上就能结束这一切，到时候你就可以做个普通女孩，享受自己的人生，不用担心我姐姐，有你在，我一直都很幸福。很快，你和香奈会到了本部，一众柱都来等着。老师悲鸣与姓名走上来，欣慰一笑，做得不错，小凡。而越过人群，你看到了静静站立的产无父，而视线在空中交汇，几个刹那，他的精神世界就浮现出许多画面。接着，呼吸急促，坐在你面前，激动握手，你就是终结一切之人。众人面色骤变，这句话代表什么？他们很清楚，鬼杀队与鬼纠缠近1000年的夙愿，终于能看到完结的曙光了。身后一个金红色头发的男人哈哈大笑，看来我的运气很不错，才成为柱没多久就能实现斩杀所有恶鬼的愿望。不死川士兵冷哼一声，炼狱信受狼，别开玩笑了，我看他多半是用了什么小伎俩骗了香奈会，那两只鬼根本就不是上弦。你呵呵一笑，来试试不就知道了吗？不死川没多废话，一拳上去，接过击中面颊后，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声响，他嘴角上扬，面骨断裂的痛感是非常强的。这小子一会儿别倒在地上哭。可下一秒，他脸色不对劲，因为钻心疼痛从手上传来，断裂的居然是他的拳头，而且想抽回的时候手已经动不了。他怒火中烧，抽出人刀指向手臂，就不信你不松手！严重刚要阻止，被产无父拉住袖子，都别动。下一秒，金铁交鸣之声，日轮刀居然砍出了火花，没给他反应时间，你一拳砸过去。不死川捂着脸，你到底是什么怪物？呵呵一笑，五中色霸气，上半身全覆盖。了解一下，炼狱新手狼最直接，走出了眼神真挚。你是如何做到的？能教我吗？前不久，我意外得到了一门失传已久的呼吸法，乍看之下与岩之呼吸类似，但完全不同。后来我才知道，它名为日之呼吸，是一位叫纪国元一的男人创造而出。接着，通过你的讲述，大家知道了纪国元一和无惨的历史，而且你很大方的演练了日之呼吸，并且告诉了大家如何进行斑纹。至于会透支生命力这事儿，也很好解决，补上就完事儿了。木盾秘术了解一下。于是大家集体进入了修行模式。等到大家都觉醒斑纹，一鼓作气和无惨决战。与此同时，无限城内，无惨召集了大量的鬼，他给了他们大量鲜血，疯狂强化他们的实力。时间过得很快，2个月后，决战突然到来，不是你们进攻，而是无惨带着整个恶鬼大军来袭。战斗一触即发，你正准备拔刀，却发现自己独自来到了一个奇妙的空间——无限城。面前正是穿着西装、正在鼓掌的男人鬼武师无惨。欢迎来到无限城。看他身边还有好几只恶鬼，强度上来说，应该是最近强行催生的，实力已经有上弦等级。你呵呵一笑，1、2、3、4，你耗费那么多鲜血，就创造出了这几个废物吗？无惨轻轻抱起，你以为你是纪国元一吗？敢这么跟我说话，上！而你只是刀剑往前递出，日之呼吸，七之行，杨华图。一瞬间，火焰漩涡卷出，几只恶鬼纷纷惨叫，哇！你呵呵一笑，如果你造出的小玩具只有这点实力，未免太让人失望。友情提示，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无惨深吸口气，一大响指，瞬间无限城风风抖动，许多封闭的房间打开，大量怪物冲出。这是我积攒了1000年的鲜血，就是纪国元一重生，今天也一定会死在这里。说完，他身体也在变化，变成了一只怪物。从今以后，世上再无鬼杀队。
你呵呵一笑，你该不会以为这里一定就是你的主场吧？无惨一头雾水，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说什么？等等，这小子在干嘛？双手疯狂摆动动作，不是剑技，也不是呼吸法，明明是没意义的动作，但不知为何他心中惶恐不安。而这头怪物即将触碰到你的一瞬间，你双手一拍地面，木盾兽界降临，无限城的地面突然龟裂，无数大树拔地而起，怪物们被拱飞到空中。我无限城呢？我那么大一个无限城呢？还没完，你暴喝一声八门遁甲，修门、生门开，伤门、渡门开。气势疯狂上涨的同时，再来武装色，上半身全覆盖。无惨越看越害怕，等等，这是什么？你到底做了什么？哦，你说这个，这是来自火影海贼世界的一点点小小震撼。那么接下来准备好受死了吗？无惨，日之呼吸流转，斑纹长出，六之形灼骨炎阳，血染的火焰疯狂灼烧着无惨的出手。为什么威力会这么强大？这是千年前的元一都不曾给他带来的压迫感。不行，会死的，要逃！可你没有留手，日之呼吸11之形，日运之龙头5，日之呼吸12之形，炎5，眨眼间手臂触手全被削去，无惨，彻底疯狂！我跟你拼了！可在他攻击你的瞬间，叮的一声，火花四溅。你呵呵一笑，日之呼吸13之形，日之循环，所有日之呼吸斩击给他循环来了好几遍，直到死去的前一刻，无惨的意识只剩下一个疑问：他还是人吗？或者说他才是真正的神呢？一纵是无限城外，悲悯与姓名、炼狱新兽郎、富冈义勇3人联手对战黑死魔。突然，众多鬼感受到了无限城的震动，有部分枝条从空间中长出。黑死魔惊讶：明女这是在做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让无限城降临在这里？难道无惨大人已经获胜了吗？那些小鬼纷纷欢呼：好耶，我们有赢了！产巫夫在要则是心急如焚，对不死川和香奈会吩咐：你们不要在这里守着我，快去阻止下弦之月！现在只有你们可以救下那些剑士。香奈会迟疑：如果您出了什么问题，他摇摇头：我死不死根本不会影响大局，现在还为时不晚，能救下多少算多少。看他们在迟疑，他暴喝一声：难道要我自裁于此，你们才肯行动吗？到这份上，他们俩也只能出动。产巫妇眼神恍惚：谢谢你们。他只能祈求那些鲜活的生命可以多活一些下来。而这瞬间，空间剧烈震动，无限城内延伸出越来越多的。轰的一声爆炸，兽界终于降临战场。在烟尘中，一个头颅被甩了出去。黑死魔下意识一接，明女，他面色难看。无限城内的战斗结束了，明女死了。可从里面走出来的人却并不是鬼武士无惨，这意味着什么？所有鬼都心知肚明。产翁父激动非常，笑声响彻云霄，仔细听还能听到些许哭腔。世界上以后再也不会诞生新的鬼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打扫战场。值得一提的是，其他人都助稳对付，唯独黑死谋找上了你。虚乎神去长到你脖子上的时候，被你身上燃烧起的火焰断烧折断。与此同时，黑死谋头颅带着错愕高高飞起。他不理解，他不是人类吗？最后他看到的是层层火焰中宛如神明的男人。再来一次，我还是没办法斩断他的脖子啊！得到答案后，他也归于灰烬。最终，所有恶鬼都被斩杀，人鬼之间持续1000年的战争结束了。鬼杀队的剑士们走之前都领取了一笔非常丰厚的遣散费。香奈会和蝴蝶人继续在蝶屋行医，真姑也加入了他们。玲珑左近次则是归隐山林，富冈义勇选择陪在老师身边，但他时不时会来蝶屋看望真姑。悲悯与行明回到寺庙继续修行，但不一样的是，这里还多了一些失去亲人的孩童。在产巫夫的帮助下，这里变成了福利院。虽然孩童的吵闹时不时会打断他诵经，但岩柱没有一丝厌烦，他的眼中再也没有泪水，只有淡淡笑意。炼狱新兽郎回到家中，迎接他的不再是颓废的父亲，还有放下刀剑可以安心过生活的弟弟。父亲轻抚着他的头发，辛苦你了，信兽郎。伊黑小巴内则是在战争结束的当晚就向甘露寺密里告白了自己的心意，短暂错愕后，炼柱接受了他的心意。二人在蝶屋附近开了一家拉面店，来往的旅客或者看病的病人都会排队，生意兴隆。香奈会也会经常带着蝶屋的人去捧场。至于你嘛，也留在了蝶屋。某天，灵魂回到了巨大圆桌前，海贼番呵呵一笑：恭喜啊，这么快就通关了。你弹弹手，我也想慢慢来，奈何敌人不给机会。而这回火影番为你介绍了2个新人，其中一个是在日本读高中，另一个则是在美国上高中。而在灵魂回归鬼灭世界后，你依旧在持续修炼，一圈圈的金色火焰围绕你周围，你陷入了瓶颈。目前斑纹、通透世界都已经掌握，该怎么继续增长呢？想通了这些之后，你决定出门看看有没有突破的方向。你走后不久，香奈会过来送饭，随后蝶屋内就传出他愤怒的声音：小凡，你这个混蛋，下次要是再来，我就把门关上。
永远都不要回来！你一路上游山玩水，在某次路过山崖时救下了一个采药人，而他正是石头武一郎的父亲。你将石头和纪国元一的缘分娓娓道来，并告知你祖传下的剑技应该叫做月之呼吸，能为我演示一下你的剑技吗？他点头并演练了一遍。你仔细观察下后，心神一震，月之呼吸的方法慢慢在脑海中构成，两种呼吸法不断相融，月之呼吸的加入让日之呼吸趋近完美。当你深深呼吸之后，发现日之呼吸已经进化，此时应该叫元之呼吸了。你刚穿越，就听到旁边的同事一脸漠然。上班是狗屎，加班劳动也是狗屎。你愣了下，七海见人，我这是穿越到了咒术回战的世界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你和他是同事。今天你要晚我5分钟下班做点文件，而七海则到点走人。5分钟后，你下班走楼梯的时候，发现有点不对劲。1、2、5、6、7，不对呀，公司的楼梯有这么长吗？这是撞鬼了。与此同时，周围温度下降，一道巨大黑影从墙壁中爬出。另一边，刚刚走出公司的七海脸色一变，一手松领带，另一只手从公文包中摸出武器。现在已经过了上班时间，我最讨厌的就是加班。你这边眼看身后的手就摸了你肩膀，意识开始飘忽。与此同时，灵魂来到了一张巨大圆桌前，一共10个座位。那5个人见到你热情打招呼，哟，来啦！你惊讶发现他们竟然和你长得一模一样，这是服饰各不相同，有戴木叶护额的，穿海贼衣服的，拿着刃刀的，甚至还有披着魔法袍的。与此同时，你的记忆发生共享，很快明白了一切。简单来说，就是你的10个灵魂碎片穿越到了不同的动漫世界，每个你的能力和记忆都能共享。换句话说，你的金手指就是你自己。目前火影番掌握的技能有木盾、雷盾、蒸汽暴威等等，海贼番则是武装、电文、霸王、三色霸气，鬼灭番会日之呼吸、通透世界。这外挂有点逆天。海贼番呵呵一笑，同伴，咒术世界的黑闪可是好东西，如果你能得到，那我这边就可以挑战4皇了。你点点头，放心，交给我。这会儿宫殿内弥漫起浓雾，时间到了，醒醒，醒醒啊，少年！一睁眼是前辈七海见人的脸。少年，你没事吧？刚刚你被 AT 咒灵袭击了，现在快跑，那家伙由我来对付。可忽然他面色一凝，那咒灵居然已经出现在了你的身后，居然是空间转移类的咒术嘛！死死抓住剑芒，一口咬下。可与此同时，你身上冒出湛蓝色雷光，我牙齿都快被烧烂了。没错，这是火影世界的雷遁之铠，而且下面还叠了一层武装色霸气，咬得有多狠，受的伤就有多重。咒灵被雷电反噬，动都动不了。趁此机会，你接过七海手里的武器，日之呼吸一之情元武，一刀下去，咒灵浮出。不好意思啊，七海前辈，借用一下，武器还你。七海扶了下眼镜，是我失算了，番君，我还以为你是普通人。前辈，刚才那是什么玩意儿？七海见人有点震惊，这小子身上明明没有半点咒力存在，却在危机中捕捉到了负面情绪里的咒力，下意识运用出来了吗？那是咒灵。虽然很想跟你解释，但不好意思，我现在要下班了，拜拜。第二天，他带你去见了个人，戴着眼罩，满头白发，笑嘻嘻跟你打招呼：“你好呀，我是七海的男朋友。”七海一脸鄙夷，他叫五条悟，和我一样是咒术师，比狗屎好一点。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五条薪水很高，咒力的味道非常浓郁，而且还在不断增强。七海，他之前真的是个普通人吗？当然是。既然你这么说的话，话还没说完，突然一拳轰向你面门，而下一秒是你的手挡住拳头。五条悟有点意外，为了测试这小子的体质，刚才他特地中断了身上的停止之力，但没想到真被挡下了。下一瞬间，你想用愚人空手道抓住对方手腕，却发现怎么也触碰不到，就差那么几厘米。接着就是一股反弹之力传来，你倒飞出去，空中一个转身，稳稳落地。哇哦，优秀的身体素质，反应速度也相当出色。我见过的人大概只有一个可以跟你相提并论，但他肉体上的强大是用灵咒力换来的，同时拥有极强咒力和身体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他歪了歪头，不过从刚才的交手，我已经可以确定你是人类，接下来可以放心教导你一些常识了。一番聊天后，他建议你去咒术高专进修，而且由于最近百鬼夜行将至，大家要开会讨论如何应对。镜头一切，咒术高专内伊地之节高主持会议，黑板上的资料主人公正是本次百鬼夜行的策划人夏油杰，他的咒术名为咒灵操控，可以吸收自然咒灵为己所用。在你看来，这简直就是咒术界的宝可梦大师啊！这回校长一额正道提出了一个疑问：夏油杰的咒灵再多，也不过是2级杂鱼，他真的会进行一场注定会输的战争吗？只看过原作的你才清楚，百鬼夜行就是为了调虎离山。夏油杰的真实目的是以古犹太的特级咒灵诅咒女王齐本里香。你本来还想提醒一下，但很快遭到乌金嘲笑，嘎嘎嘎！你不过是半路出身的咒术师，不了解这个很正常。你闭口不言。比起夏油杰，你更讨厌咒术高专里这群自以为是高层，他们大部分来自咒术家族。要论善恶，这些人也不输夏油杰这样的诅咒师。会议结束后，你被分配参与守卫京都。很快，时间来到平安夜，星宿和京都街头诅咒的气味愈发浓郁，咒灵们蜂拥而至。乙骨犹太和柴原真希并未参与行动，待在东京都立咒术高专。忽然，高专上空逐渐被黑色的薄膜覆盖，这是咒术界最长的结界障。
夏油杰已经悄然来到附近，目标正是乙骨犹太，只要杀死对方，他就能获得特级咒灵奇本礼箱。然而此时他却在道路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人，正是拿着武器的你。他不以为意，我还以为高专彻底没人了，看你的打扮不像学生，也不是老师，难道是后勤部的？你微微一笑，差不多吧。商量一下，你放我过去，我放你一条生路，如何呢？你笑得比他更和蔼可亲，那我也跟你商量一下，叫我一声大哥，带我下手，我尽量轻一些。夏油杰很是意外，知道我是谁吗？嗨，特级诅咒师夏油杰嘛，跟5条悟同期，应该还是挺厉害的。夏油杰闭双眼，看上去也不像是疯子，虽然敢用这种口气说话，特级咒术师我都认识，没见过你，不知道我很正常啊，因为我的1级评定才刚刚下来。夏油杰附掌大笑，真是有趣的家伙，我都有点舍不得杀你了呀。你拔刀出鞘，冲你这句话，我待会儿还能再轻点打你。基于5成力吧。夏油杰单手一挥，不断有咒灵从里面爬出，而你只是一剑，那些咒灵刚登场就已经在剑光下彻底灰飞烟灭。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猜？不管你是谁，都阻止不了我计划。他四周黑雾涌动，召唤出了一个穿着古代服饰的咒灵，脸犹如一张描绘着假象的面具，正是特级咒灵化身玉藻前。又拿出咒具游云，使用者比例越强，游云的破坏力越恐怖。就算有咒灵加持，你的身体在我看来还是跟纸一样脆弱。而你举起刀，呵呵一笑，那可未必。说着，手臂连带着武器上都染上了暗红色，正是海贼世界的绝技霸王色缠绕。体质增强的情况下，身上的气息疯狂爆发，来自火影世界的8门遁甲进门开。接着口中白气吸入，刀上燃起火焰，额头出现斑纹，是来自鬼灭世界的日之呼吸。再微微吐气，呼吸流转，此时变成了月之呼吸，而后日月交叠，一刀斩下，炽热的阳光和幽暗的月光同时出现，这是结合着日之呼吸和月呼的元之呼吸二之形，日月同光，阳光和月光纠缠，宛如巨大磨盘。玉藻前前脚刚踏起来，立刻发出凄厉嘶吼，哇！身体一点点被磨灭，他想逃，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移动。两种不同光芒间，有股强大吸力往入黑洞，这怎么可能？夏油杰面色一凝，如此摧枯拉朽的力量，他这辈子只在一个人身上见过。跨越时代的天骄5条悟，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了。奇本礼箱就在眼前，拿着这只咒灵，自己就能翻盘。咬牙释放出大量咒灵，想要拖住你，绕道先杀乙骨犹太。另一边，远在新宿的5条悟也后知后觉察觉出了夏油杰的目的，将熊猫和勾卷棘传送回高专。有账，误猜的没错，夏油杰就在这里。熊猫大吼，准备用蛮力突破，下一秒，今天轰然破碎，密密麻麻的咒灵在2种光照耀下彻底泯灭。你沐浴的光辉中，既是神明，亦是魔鬼。夏油杰面如死灰，大意了，输了。他刚才从一开始就该发动最强的咒术漩涡，不然也不至于像现在功亏一篑。你走到他身前，手里的刀缓缓刺进他心口。等等，本以为自己必死的夏油杰震惊的无以复加，为什么我意识陷入昏迷，却并未死去？仔细放大看，原来刀尖并没有捅穿要害，而是以极快的速度在他心脏上镌刻了神秘的符文。这刻印是飞雷神的符文。熊猫他们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你拎着夏油杰的尸体走出高专，而4下无人后，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先帮他治疗了伤势。你不杀我，我想要你这条命，我的命有什么价值？在你面前，我跟蝼蚁没区别，有没有价值我说了算。说实话，我不太喜欢现在的咒术界，所以想重新制定这个世界的秩序。我没兴趣嘲笑你的理想，不过在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理想前，不如先帮我达成愿望。夏油杰呆愣许久，我为什么要帮你？我不是让你选择，只是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说了一刀刺入胸口些许，停，他选择了臣服，很好，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老大了，你觉得呢？夏油杰凄惨一笑，我除了同意，还有第2条路吗？既然同意，那就想办法骗过5条悟吧，他马上要回来了。夏油杰召唤出一条类似爬虫的咒灵，然后滴了几滴血在上面，后者立刻幻化成了他的模样，这是一具完美的尸体。好了，你赶紧走吧，难道你不问问我的大本营在哪儿，就不怕找不到我吗？你冷笑一声，我要找你随时都能找到，你可以躲起来试一下。夏油杰毛骨悚然，清楚自己身上一定被动了手脚，立刻召唤咒灵离开高专。没过多久，5条悟回来看到了你还有夏油杰的尸体，凝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辛苦了。你摇摇头，需要留点时间给你们吧。谢谢，那就再等我一会儿吧。3分钟后，5条悟伸了伸懒腰，又恢复了吊儿郎当。你一早就猜出了夏油杰的目标是犹太，所以才故意留在高专，对吧？运气好而已。所以这场战斗只有你一个人和夏油杰战斗嘛？他盯着你，夏油杰是特级中的顶点，整个咒术高专能稳赢对方的除了自己，他找不出第2个来。沉默数秒后，他背过身摆摆手，帮我把他埋在一个风景好的地方，这样下次我去看他的时候心情会好点。另一头，过了几天，你来到夏油杰大本营，众人如临大敌，各自施展术式，菜菜子和妹妹子就要动手。夏油杰大喝一声制止，住手！
赶忙转移话题，你的术士是空间转移吗？不是，这只是个小技巧。我的生德术士还没有觉醒。夏油杰愈发震惊，逐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那一击毁灭数千咒灵都不是术士，到底是什么力量呢？直到此刻，他才有了真正臣服于你的想法。这家伙说不定真的能够改变世界。聊了一会儿后，你开口提醒，卷所知道吧？1000年前和两面宿傩同时期的咒术师，他还没死，而且在一直默默关注你。如果今天你死在高山，他肯定会第一时间占据你的身体。你觉得我会输吗？不是会输，是一定会死。一个可以在历史上留名的家伙，能弱到哪儿去呢？夏油杰长叹一声，他都还没庆幸自己劫后余生，这又杀出一个卷所，个个都等着要他的命。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记得要毁掉我的身体。你淡淡一笑，我说过你的命是我的，就算你想死，也得经过我的同意。与此同时，京都与新宿街头，有道阴暗的目光正默默注视夏油杰疑似死亡。按照计划行动，安排好一切后，你回了家。与此同时，意识一片模糊，而灵魂来到了巨大圆桌前。这一次的新人穿着黄胶一披的披风，你感慨，好家伙，这次真是来了个不得了的人物。你刚摸到女生，就被打了一巴掌，变态，变态，变态！你一脸懵逼，不对啊，我左边这个家伙你们看不到吗？明明一摸就能穿透过去啊！时间久了后，你发现原来这是灵魂体，分辨灵魂需要时间，久而久之，在同学眼里你被打上了怪人的标签，而这一切也被一个同学看在眼里，这家伙跟我很像啊！晚上放学路上，你看到一个建筑工大叔的灵魂，照惯例想上去打招呼，大叔喃喃自语，完了完了。大叔，你怎么了？可他身体突然迅速膨胀，一只黑雾过后，居然变成了一只戴着面具、胸口有空洞的怪物。危急时刻，惩罚同学从身后一把推开你，笨蛋，他变成虚了，快跑啊！我帮你拦住他！一拳砸下，第几十块无数，你也晕了过去。与此同时，你的灵魂也来到一张巨大圆桌前，一共10个座位。那5个人见到你，热情打招呼，哟，来啦！你惊讶发现他们居然和你长得一模一样。这是服饰各不相同，有戴没护额的，穿海贼衣服的，拿日轮刀的，甚至还有一定会赢的体育生。与此同时，你们的记忆发生了共享，很快明白了一切。简单来说，就是你的10个灵魂碎片穿越到了不同的动漫世界。有的人是火影海贼，有的人是鬼灭咒术，而你是死神世界。每个你的能力和记忆都能共享。换句话说，你的金手指就是你自己。目前火影番掌握的技能有木盾、雷盾、八门遁甲、真为暴威等，海贼番则是武装色霸气，鬼灭番会日之呼吸。这外挂有点逆天啊！咒术番呵呵一笑，同伴，死神世界的万劫和斩葡萄可是好东西，如果能得到，我这边就能打2面宿傩了。你点点头，放心，交给我。这会儿宫殿内弥漫起浓雾，时间到了。醒醒，醒醒啊，同学！一睁眼是黑崎一护的脸，小凡，快跑，我来拦住他。可那头须已经挡在了路口，举起一辆汽车重重砸来。黑崎一护绝望了，这种怪物根本不是2个高中生能抵抗的。可你呵呵一笑，八门遁甲，修门、生门，开！皮肤变红的同时，再来武装色强化，迎面一拳，砰的一下，汽车之焰飞了起来。啊！这发生了什么？而在你准备继续来上一拳干在虚的时候，一声炸响，眼前多出一道人影，齐肩短发，黑色大丈夫，正是朽木露琪亚。这里居然有个人类，本来就挺麻烦的，现在更麻烦了呀！口中念念有词，咒语形成的无形束缚将其困住。你一直盯着他看，他也全然不在意。人类怎么可能看见我呢？我看是被吓傻了吧？可忽然一护开口：“你哪位啊？”啊！这个人类居然看得见我吗？黑崎一护又问：“小凡，你认识他吗？看上去好像脑子不太好使的样子。”不认识，但应该不是坏人。不止一个，2个人类都可以看见自己。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那只须居然强行挣脱了束缚，朝他露出破绽的后背进行攻击。不好！可就在瞬间，你闪现到身前，一拳上去，给那只须的面具都干碎了。这什么怪物啊！如果在噬魂界有人跟他说人类可以在没有斩破刀的情况下单凭身体能力压制一只须，他绝对会认为那个人是疯子。之后露琪亚进化了须，离开后他去了一家其貌不扬的杂货店，老板就是带着渔夫梦的浦原喜助。他把自己今天碰到的诡异事情说了一遍。浦原先生，这件事儿非常奇怪，因为我在那个人类的身上居然感受到了心悸。浦原喜助很明白，能让死神感到本能恐惧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双方的灵魂差距处于绝对碾压状态，而这绝不可能出现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伸了个懒腰，说不定又是冉冉那个家伙搞的什么实验。凌晨1点，你在床上猛然睁眼，起身后发现一道人影就站在房间内，脸带笑意。我最讨厌别人在我睡觉的时候打扰我，可正常人这种情况下不是都会做点什么吗？你咧嘴一笑，我这不正在提前跟你说你挨揍的原因吗？下一秒，裹着武装色的拳头就贴近他的脸，他不慌不忙，就这。露琪亚说的也没什么，可下一秒，你口中白气喷出，脸上范围生长，正是日之呼吸。砰的一下，层层相叠的力量直接让浦原喜助撞破墙壁，砸进了马路中央。啊！没有斩破刀，没有10解，没有万解，就有这么强的力量吗？
刚这一下，起码有副队长等级的实力，身上没有半点虚化的影子，应该跟冉冉没关系。眼看下一刻拳头就要逼近面前，他连忙摆手：“小哥，今晚的事情我道歉，还请收手。”就零点1秒，拳头在脸上停住，你一转身，那就把这里恢复原状，再跟我说话。接下来的时间，朴元喜如跟你熟了之后，他向你教练学习的同时，也教会了你一些死神的技能，例如白打、顺步、轨道、战术，你也学得相当之快，但唯独缺了斩破刀。时间过得很快，死神世界的大事件发生，露琪亚被带回了尸魂界，因为擅自给予人类死神的能力，他将被判处以极刑。为了拯救露琪亚，朴元喜柱召唤出穿界门，帮助你和医护进入到尸魂界。第一关就是击败大门的守护者四单坊，医护留下来对付他，因为有更棘手的敌人来了。你早就通过见闻色感应到来人，出来吧。下一刻，一个白色短发、笑眯眯的男人从阴影中现身，这是3分队队长释完银，居然连几个吕后都打不过，真是个废物。不好意思，今天你们无法从这里通过，还是乖乖回去吧。你却呵呵一笑，真不好意思，今天这个门我们还偏偏禁定了。狂妄！手中的斩破刀神枪忽然伸长，化作一道白光射出，轰的一声，尘土飞扬。待到烟尘散去，你却依旧矗立在原地，身体表面游走着大量雷电，银蛇狂舞，毫发无伤，这就是雷遁之铠。释完银暗暗吃惊，刚这一下，他最少动用了3成力量，这小子却动都没动过一步，到底是什么实力？那我就认真点，陪你玩玩。释完银抖动手里的神枪，强悍的冲击力让附近墙壁和地面都出现了裂痕。你面色一凝，这是动真格了呀！没法保留，双手合十，本文开。通透世界，这一刻，释完银的动作在你眼中变得极慢。至于通透世界消耗的生命力，莫顿秘术和铸剑细胞了解一下。保险起见，再开了个见闻色。释完银发现，不管自己怎么攻击，居然愣是碰不到这小子。他不是没有动用万解的想法，但是两个人一边打，位置不断变化，眼看就要打到护庭13队总部的位置。如果影响到冉冉的计划，那就不妙了。而这场战斗愣是打到了晚上，释完银的力气都耗光了。这会儿好多人都在围观。8分队队长经了春水，笑着调侃：“释完队长没力气了吧？要不要休息一下？我帮你呢。”他好气。可在疯狂之前，一个老头咳嗽一声，大前一步，够了！正是总队长山本源流在中国。看到他的瞬间，你直接举手，我投降。释完银气得发抖，你在干什么？你摊手，打一天累了，想睡觉。他差点脑淤血，老子陪你搁这耍了一天好戏，同流都快到齐了，结果你要睡觉啊！彻底疯狂！总队长咳嗽一声，住手吧！这下谁都不好说话了。释完银会溜溜离开，经了春水提问：“老师，这个吕后如何处理？擅自闯入尸魂界，关起来。等到录下集金后，再交由中央46市审判。”临走前，总队长深深看了你一眼，经了春水悄悄说道：“老头子好像对你挺感兴趣的。”你总监没办法，优等生就是这样受欢迎。而被关进监狱后，你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棕色短发，戴着黑框眼镜，脸上一直带着笑意，目光温柔，这是冉冉总右介，尸魂界篇的大 boss。不用这么紧张，我是5番队队长，请问该如何称呼你？叫我萧凡就行。堂堂死神队长为什么要跑牢狱里见我这个阶下囚呢？因为你有价值，你有成为死神的才能，有资格给予更强的力量。坏了，原本是想让山本老头看中自己的天赋，从而顺利成为死神，没想到先被冉冉看上了。你背对着他装傻充愣，避免中了镜花水月的招。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几句话就想让我跟着你造反？您省省吧。冉冉劝说无果，但这么放弃吧又觉得可惜，毕竟这样奇特的天赋他是第一次见。走之前他说道：“急行的时间没剩多少，要是你改变了想法，可以通过卫兵告诉我。”翌日，一个劲爆的消息席卷整个精灵厅，5番队队长冉冉总右介被杀，尸体被凶手钉在了高墙之上，人心惶惶。但只有你知道，真正的冉冉并没有死去，那具尸体不过是镜花水月幻化出的假货。另一边，医护等人也突破了精灵厅的结界，就跟原本剧情里一样，除了医护，校队全军覆没，牢门被一个不速之客破开，这是9番队队长东仙耀。跟我走。你摇头，不麻烦了，这里睡着还挺舒服。他皱眉，冉冉大人说的没错，你真是个奇怪的家伙，但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我是在命令你。说吧，直接拔出斩破刀发动能力，他的斩破刀名为青虫，除触觉以外，其他感官都会被剥夺，但对你基本没用，因为你有见闻色。不过嘛，你顺势晕了过去，假装被东仙耀掳走，起码先看看情况，不要惊动冉冉。另一头，露琪亚的处刑也开始了，剧情部分我就不多说了，中间播了不断，你救我，我救你的，最终就是露琪亚也被东仙耀掳走。当你和他一起被放到冉冉面前的时候，他呵呵一笑，取出了露琪亚灵魂中的崩玉。而就在此时，一股强大的灵压从身侧爆发，冉冉惊呆了，这是谁？总队长不是被引开了吗？众目睽睽下，你缓不起身，这么多个世界的灵魂叠加起来，灵压不是开玩笑的。而且你还开了一个来自海贼世界的新技能——霸王色霸气，前所未有的金色浪潮裹挟着恐怖的灵压，全都倾泻到冉冉一个人身上。猝不及防下，他居然陷入了短暂的
失神，一瞬间等回过神来，手里的崩玉已经到了你的手上，怒气啊也跑到你身后去了。小凡，你找死！骇人的阳从身上爆发，整个尸魂界风云变色，天空就被泼上一层墨似的黑压压。众人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究竟有多强大。你其实也有点紧张，先是手臂连带着武器变成暗红色，正是海贼世界的绝技霸王色缠绕，然后八门遁甲铠，雷遁之铠电光闪烁，其他世界的能力全都被你叠加到了一起，总算勉强抵抗住，仍然是真的好气。摘下眼镜，撸起头发变成了完全体，意志力不错，居然能坚持下来，真是越看越有趣。突然不太想杀你了啊！只要你把崩玉交回来，追随我离开，我就可以不予追究你的冒犯。你双手一摊，我都想还给你，不见了怎么还？没错，刚才拿到崩玉的瞬间，这玩意儿就融进了你的灵魂，应该来说是被灵魂宫殿给吸收了。蓝然果断超出斩破刀，镜花水月。既然带不走崩玉，那就带走你吧。而你直接闭上双眼，只要没看过10解状态下的镜花水月，就不会被催眠。蓝然皱眉，怎么会有人知道镜花水月的能力呢？与此同时，东西要施展斩破刀青虫的能力，10万银一起发动攻击，二者同时夹击，让出乎冉冉意料的一幕再次出现。你并没有受到青虫的影响，在神枪携带的瞬间，用瞬步躲了过去。东仙耀面色大变，我的能力无法影响他，这个吕货从一开始就是装晕过来的。冉冉面色阴沉，这一切你早就计算好了吗？你呵呵一笑，不是，我本来打算在牢里睡觉的，你非得把我弄出来。他仔细想了想，还真是这样。蓝然彻底疯狂！而这会儿，山本源流在中国终于赶到，蓝然总右介束手就擒，为你犯下的大错付出代价。冉冉笑了，你们真以为能抓住我不成？天空忽然被撕裂，无数头大须从黑洞中探出身体，一道道强烈光柱从他们身体里射出，三人被强光接引，直接离开了尸魂界。众人无奈，只能眼睁睁看着，仍然却一直盯着你。萧凡，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不以为意，下次见面你还真不一定能赢过我。自此，尸魂界的骚乱就此告一段落。你趁此提出了自己想成为死神的要求。山本陷入沉思，一个让冉冉数次失手的人，潜力如何自不用多说，而且你留在尸魂界也不用担心在现世被冉冉袭击。如此一来，崩玉的安全也能得到保证。于是，在山本的安排下，你进入真央灵术院学习，获得一把前打。这东西会在灵魂的影响下，逐渐成为属于你的斩破刀。夜晚，你的意识一片模糊，而灵魂来到了巨大圆桌前。这一次的新人穿着劲撞到了盾牌，你感慨：好家伙！这一次来的人有意思了。你刚穿越，就看见酒吧的电视在播报新闻，斯塔克工业总裁托尼目前已被恐怖分子劫持。旁边的大胖子一脸愁苦：萧凡，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你愣住，哈皮霍根、托尼、斯塔克，我这是穿越到了漫威世界吗？原来在这个世界，你是斯塔克工业的保镖。现在的时间节点正是托尼被恐怖分子绑架后，你们追的线索，好不容易在酒吧黑市得到了他的消息。可这时，一群黑帮打手冲了进来，举起手枪：别动，斯塔克的走狗们！枪声响起的瞬间，你就感觉意识开始飘忽。与此同时，灵魂来到了一张巨大圆桌前，一共是个座位。那几个人见到你，热情打招呼：哟，来啦！你惊讶发现他们竟然和你长得一模一样，这是服饰各不相同，有戴木叶护额的，穿海贼衣服的，甚至还有穿着死神制服拿着斩破刀的。与此同时，你们的记忆发生了共享，很快明白了一切。简单来说，就是你的10个灵魂碎片穿越到了不同的动漫世界，每个你的能力和记忆都能共享。换句话说，你的金手指就是你自己。目前，鬼灭凡会日之呼吸、元之呼吸，海贼凡学会了3次霸气，死神凡还会死神的4大技能以及斩破刀。这外挂有点逆天啊！火影凡拍拍你肩膀，同伴，漫威世界的好东西也不少，要是现代科技能够同步过来，我估计就能进行大同步血统因子的试验了。这会儿宫殿内弥漫起浓雾，是时间到了。醒醒醒醒啊，小凡保镖！一睁眼，哈皮跟黑帮枪手们都还在。时间刚才是暂停了嘛？眼看打手就要开枪，你身上气势爆发，周围时间仿佛都变慢，这是鬼灭世界的技能通透世界，提前预判，每一发子弹弹道都轻松躲过，又顺手拾起酒桌上散落的扑克牌，武装色强化，几下飞了出去，轻松解决了这群黑帮。哈皮都看呆了，小凡保镖，你怎么还有这实力？你却摇头，时间不多了。他们既然已经提前埋伏我们，说明托尼有危险。事不宜迟，我们马上上飞机。镜头一切，很快恐怖分子老巢到了，可直升机受到电磁干扰突然失灵。哈皮好慌，小凡，这下该怎么办？你呵呵一笑，这时候在我们老家一般只有一个办法，来，跟我喊3倍1号小凡，准备就绪。哈皮脸都绿了，3倍2号哈皮准备就绪。与此同时，另一头，托尼斯塔克正在的洞穴里暗中打造了1代钢铁侠。伊森博士为了保护托尼完成最后阶段，拿着武器独自一人出去迎战恐怖分子。而在你们落地的瞬间，正好撞上了伤痕累累的伊森。3下5除2干掉敌人后，就看到托尼杀了出来。伊森，混蛋，是你做的！这喷火枪发射了过来，而在高温抵达的一瞬间，精彩的这张牌，合金枪管应声而断。托尼傻了，他居然看到一张纸牌切断了钢铁战甲的武器，这合理吗？
嘿，老板，我是斯塔克工业的员工，闭嘴吧，你这个该死的恐怖分子！火焰狂喷，只好继续丢出扑克，直接将钢铁战甲踢成了废铁。钢铁侠尴尬的举起双手，刚才有点吵，我没听清你说的话。记得你是我的员工是吧？正好这会儿哈皮从旁边冲了出来，托尼！钢铁侠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了，哦 ，My God， 你还真是我员工。继钢铁侠后，因为出众的实力，顺利晋升贴身保镖，还加入了他的实验室。这期间剧情也在正常推进。这天，神盾局发来消息，说是天上掉了点类似陨石的东西，需要去处理一下。你呵呵一笑，哦，应该是雷神之锤来了。这玩意儿被奥丁施加了咒语，只有拥有资格的人才能举起，获得雷神之力。相当的唯心主义。你是没啥想法的，自己大概不属于有资格的类型。这次来纯粹就是跟着玩玩，顺便看看能不能从雷神之锤上搞点边角料。很快到了锤子降落点，你抚摸着上面的铭文，突发奇想，要是用哈利波特世界的思路来解读一下铭文呢？恰巧此时，雷神托尔来到现场，正准备夺回雷神之锤。嘿 boy， 你最好离我远点，不然的话，待会儿可能会被雷劈。接着就傻在了原地。Oh my god，Holy shit！ 原来是你用魔法凡的思路读出了一小段奥丁留在雷神之锤上的魔法，雷公涌动，锤子居然飘翻起。虽然最后还是落在原地，你准备再试一下就被托尔打断。嘿嘿，停下！这是我的锤子，你是怎么办到的？哦，这个锤子被魔法限制了，我想试试看能不能解开。这是我的锤子，没人可以在上面施加魔法。托尔伸手握住雷神之锤，想将其举起来，可他全身肌肉隆起，使尽全力也无法举起雷神之锤。你想了想，我解读了部分铭文，上面是这么写的：凡具备资格者，便可举起此锤，获得雷神之力。托尔这才想起奥丁放逐时对他说过的话：你没有成为资格。这个事情就跟原剧情一样，托尔被洛基欺骗，但不一样的是，你及时出手了阴谋，在托尔面前刷了一波好感度。接下来，托尔的战友们悄悄开启了彩虹桥，想要带回他。而发现这件事情的洛基释放了阿斯加德的终极武器——毁灭者铠甲。当这件兵器在地球上大肆破坏的时候，托尔向你求救：小凡，你有没有办法拖延一会儿？我去取雷神之锤。你呵呵一笑，没问题。下一刻，身上雷光大作，正是火影射击的雷遁之铠。接着就是武装色霸气上半身全覆盖，8门遁甲前4门开。与此同时，日之呼吸、月之呼吸双双流转，斑纹长出，毁灭者铠甲在你中的动作越来越慢。没错，通透世界中一切都可以被预判。最后一刀斩出，源之呼吸一之形，日月轮转。毁灭者的防护罩轰然破碎，他顾不上攻击其他目标，淡金色防护罩浮现，专心和你缠斗一起。与此同时，托尔来到了雷神之锤前，穆乔尔尼尔，重新认同我吧，让我能够以雷神的身份与他们并肩作战，保护这里的每一个人。齐声祷告后，手握了上去。下一刻，研究所内骤然爆发出惊天雷霆，一道光束将毁灭者击飞，正是身穿铠甲恢复神力后的托尔。他大发神威，顺利终结了毁灭者。在剧情的最后，托尔召唤出了彩虹桥，你感慨好强的能量啊！托尔，我的朋友，再见了。可忽然光束发生了偏离，托尔一伸手顺带抓住了你。我操！话还没说完，就一起进了彩虹桥，被传送走了。镜头一踢阿斯加德内，你好气，你把我弄到这里来，到底是想干嘛？你揭露了洛基的阴谋，将来我称王，要让你来当我的军师，就为了这个？别，我要回地球。阿斯加德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奥丁死后在这里生活，风险比地球还大。先是托尔的亲姐姐海拉毁了几乎整个阿斯加德，然后大家集体乘坐飞船逃亡的时候，半路上还遇到了紫薯精灭霸，死了整整一半的人。坏了，我不想成为那一半啊！但眼下彩虹桥被托尔毁了，想回也回不去，无可奈何下只能暂时留下学习阿斯加德的魔法。可惜好景不长，伴随剧情推进，洛基跑到地球，拿到了奥丁当年封印在地球的宇宙魔方。你和托尔只能返回地球，由于奥丁实力有限，只能传送托尔一人。但您呵呵一笑，放心，我自有办法。给托尔塞过去一把苦，带上这个，我到时候会来的。而在另一边，美国队长和钢铁侠吵得不可开交。不久前刚刚组建的复仇者联盟成功捕获了洛基，但没能找到宇宙魔方。就在这时，雷神到达了。你就是托尼吧？我知道你。我听萧凡说，话还没说完，他整个人飞了出去。史蒂夫目瞪口呆，他好像跟你认识啊？谁他不认识他？一个星际人贩子，居然敢拐走我的助理萧凡，老子今天要把他屎给打出来！接下来剧情就是洛基开启时空之门，基塔瑞人入侵地球，复仇者联盟在与基塔瑞人士兵奋战，眼看一艘巨大飞船就要加上地面，托尔去阻止已经是来不及。可这时他腰间黄光一闪，一个人影出现在身边，双手快速结印，木盾树界降临，不断出现的树海愣是把飞船给拖住了。没错，那把苦上刻有飞雷神的术式，飞雷神是时空忍术，理论上来说，从阿斯加德回到地球只需要一瞬间。钢铁侠大叫：伙计们，我的小助手回来了！大家加把劲，赶紧完成工作，我还得给他开个欢迎派对。就在此时，你漂浮在半空中，一层金色缓缓包裹你的全身，正是未寿衣。接着施展多重影分身之术，影分身们如同天女散花一般出现在各个角落。钢铁侠大为震惊，谁能告诉我那个像有丝分裂的东西是什么魔法？美国队长一脸怔怔，我也不知道，用他的话来说，那叫分身，具体能分裂出多少那种分身，凡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肯定比奇塔瑞人的士兵多。黑寡妇抬头一看，队长，人手好像已经
够了。此时影分身大军已经彻底压制住了奇塔瑞人源源不断的士兵，刚抢到一艘飞行器的纳塔莎正在和洛基展开追逐战。鹰眼朝着洛基射出一支箭矢，箭矢突然爆开，直接将洛基从飞行器上炸了下来。你捡起心灵权杖，洛基咬牙切齿，把你的手拿开，你这个卑劣的凡人！他至今记得，就是你毁掉了他处心积虑的谋划。你微微一笑，福加利神后很想你，这次回去以后记得好好跟他道歉，叛逆的青春期少年。闭嘴！我不允许你用那张肮脏的嘴说他的名字。你却没有理他，猛然向后转身，伸手往空气中一捏，洛基的声音戛然而止，随即如泡沫般消散，是幻象。而真正洛基正在被你死死缠着脖子。你是怎么知道的？你笑了，你跟福加利学了这么多年的魔法，结果就学了这？我对你很失望。被你随手甩在地上，洛基双目赤红，拔出匕首从背后缓缓靠近，你嘴角上扬，他就交给你了。洛基站在原地愣住，你在跟谁说话？忽然一只粗壮的绿色胳膊从旁边拽住洛基的脚踝，将他一下拖走，正是绿巨人。I am a god, you dull creature, and I will not be bullied by it. 战争结束，因为你的存在，没有人员伤亡，你加入了复仇者联盟。另一边，火影世界的你准备开始收集大筒木一族的血脉。而海贼世界的你加入了红发海贼团，并成了二副。这天，你跟香克斯提议，船长，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他眉头一皱，需要帮忙吗？不用，我只是出门办点事儿。香克斯点头，好，那之后我们在水之都会合。原来是你之前在报纸上看到文斯莫克家族在和唐吉诃德家族争夺北海的消息，一想到文斯莫克加制的血统因子技术，心头就一阵火热。要是能将这个和火影世界的血迹界限结合起来，恐怕会有超乎想象的效果。等下了船后，你双手结印，居然缓缓地飞了起来。正是来自火影世界的土遁超轻重岩之术，有了这个就不用坐船，一路朝着吉尔玛王国飞去。很快抵达王国深处的实验室，一阵翻找后，终于拿到了一份神秘文件。拍拍屁股走人，想必多弗朗明高到达这里的时候会感觉很惊喜吧。另一头，鱼人英雄泰格将小女孩科尔拉送回了家，可回去途中忽然出现大量海军，将他团团包围。费舍尔泰格，你这个胆敢放火焚烧圣地的狂徒，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泰格明白过来了，我送奴隶小女孩回家后，他的家人反而把我举报了，用来换取自由嘛，恩将仇报。原剧情中正是因为这个事件，泰格身死，这才导致鱼人务必仇恨人类。泰格绝望闭上眼，人类居然如此卑劣。可就在海军们开枪的一瞬间，无数树木冲破土地挡在他面前，与此同时，更多的树木藤蔓破土而出，将所有的海军士兵笼罩。海军统领惶恐不安，这树木他想起来了，这个能力当初只在一个地方见到过，和红发海贼团对战时，他们船上的二副施展过这个能力，而且一出手就是碾压。泰格一脸苦笑，这次要不是你出现，我肯定没命了。没想到差点害死我的，居然是我对人类的善意。那些曾经是天龙人奴隶的人，想要得到自由，不是简单消除身上印记就可以的，除非能解决天龙人这个源头问题。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彻底推翻天龙人的统治。为了贯彻这个方针，你们一起来到了白土之岛巴尔的哥。贺龙一致商量后，你提议将和之国作为新的革命军据点，因为这里特殊的地貌，外人很难攻入，典型的易守难攻。唯一的问题是必须击败已经占据和之国的凯多。龙还有点犹豫，你说出了核心点，那里有武器工厂，买卖方涉及到世界政府、海贼、地下黑暗势力，还有一些大国。如果我们夺下和之国，无疑是对海军的沉重打击。这下龙完全没理由拒绝。另一边，火影世界的你在牵手之间和宇智波斑的婚礼结束后，正着手准备学习仙人模式。众所周知，仙人修行地有3：龙地洞、妙木山、石鼓林。虽然不知道得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进入其中修行，但自己能走后门啊。如今你是牵手之间钦定的继承人，直接来问就是了。某次看到朱坚在修炼时施展了仙人模式，直接举手，老师我学这个。他笑了，仙人模式啊，这个可不好学，不过对于亲传弟子他是很宠溺的，大大方方讲了修炼过程，和自来也当初的经历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是，他是在尸骨林修行的，那是阔于仙人的修行地，更擅长治疗。在仙人模式下，这个效果会成倍增加。说话之前，他郑重叮嘱要记住，一旦在尸骨林修行，就不能转投另外2个修行之地。随后拿出通灵卷轴展开，让你在最后一页留下自己的名字，随后施展通灵之术，砰的一下，你们就被逆向通灵到了尸骨林。在仙手朱坚的指导下，你与阔于仙人签订了契约，他将你带到一处古刹，从今天开始，你要在这里进行仙人模式的修炼。修行的过程就不多赘述了，修行多日，终于成功领悟了仙人模式，但还不能像仙手朱坚那样瞬间进入这个状态，需要在体内调和3种能量的平衡：身体能量、精神能量和自然能量。你去请教朱坚，很简单，就这样，然后这样，最后那样。牵手朱坚挠头大笑，飞剑一直说我不适合当老师来着。
我觉得实战更容易让你理解，于是就开启了挨揍模式。虽然教学方式简单暴力，但效果显著。你被揍了3天3夜后，终于学会了如何瞬发仙人模式。与此同时，由于海贼团找到了血统因子技术，你也准备开始收集大同一族留存的血脉，提取需要的血统因子，然后尝试制造6道仙人的血统因子，如此便可完美复刻6道仙人模式。顺便尝试能否从人柱力身上提取出尾兽查克拉，制造10尾查克拉。为了名正言顺收集血脉，你想了个主意，找到飞间老师，我们村子的医疗系统该推动了。于是血库中心顺利成立，1周的时间，你将所需要的血液收集完成。千手、宇智波、日向还有漩涡一族等等血液样本开始进一步研究，同时制造大量特殊装备。不过这个过程需要大量人力。好在此时千手飞间发明出一门新的忍术，正是多重影分身之术。立马找到老师飞间学习了多重影分身还有飞雷神。多重影分身解决人手问题，飞雷神方便你传送。安排妥当一些事物，第一站是雾影村，你弄晕了几个辉夜族人，成功提取血液。第二站是云影村，目标金角银角，这会儿这俩货还是个小孩，一滚敲晕，想到他们是导致千手飞间死亡的罪魁祸首，于是多放了几公升血液。收集完了所有大同血脉，开始提取血液里的血统因子。于是仙人模式顺利变成了6道仙人模式，还可以尝试用阴阳盾制造一个小号的10尾。下一步就是复活神术，获取神术果实。坏了，我成反派了。先不想那么多，机器发生冥想，大同一族的血统因子终于提取成功。将其注入后，你的瞳孔变成了淡紫色，还显现出一圈圈螺旋状花纹。勾玉装的黑点石印实现，正是轮回眼。镜头切回海贼世界，你们全速出发后，一段时间顺利抵达和之国。此时距离光月玉田去世已经6、7年，凯多为了镇压也留在和之国。不过3大灾害之首的岩灾镜外出前往德雷斯罗萨。龙提议这次行动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一定要在镜回来之前拿下和之国。保险起见，我和你一起对付凯多。你却摇头，不必，龙先生，还请你帮助大家一起镇压拜寿海贼团的其他势力。龙不可置否，如果关键时刻这小子不行，自己还是会出手。很快你们在大石城内找到了凯多。凯多就醒了吗？你是谁？杀你的人熄灭！凯多狰狞狂笑，举起八斋戒狠狠砸过来，狼牙棒上缠绕着黑色闪电，正是雷鸣八卦。你不慌不忙，双手快速接应，尾兽外衣悄然浮现，接着雷断之铠，霸王色缠绕，上半身全覆盖。举起左手硬接下狼牙棒，凯多面色一凝，哼，霸王色居然跟我不相上下嘛！而这一瞬间，你抓住机会一拳轰到他腹部，砰的一声，凯多被击飞出去。等你赶到屋外的时候，面前已经是变成龙形态的凯多。这种强度的霸气，不该是无名之辈。你到底是谁？没有回答，反而是拿出一把日轮刀。凯多嘴里逐渐汇聚炽烈的光芒，龙息分吐蓄力中。可你这是呵呵一笑，眼睛开始变换，层层叠叠的紫色正是轮回眼。很快锁定了他的弱点，那部分正是桃园石拳留下的伤痕附近。眼看龙息半thân怒火一同喷出，你继续日轮刀，日之呼吸，接着再转月之呼吸，变成圆之呼吸一之型，日月轮转。龙息戛然而止，凯多发出凄厉哀嚎，他向后退，一股莫名的吸力却让他无法动弹。他做梦都想不到，这股吸力是轮回眼的特殊能力之一，万象天引。接着他看到手持日轮刀的你，背后日光与月光交交羽翼，不，战机精准落在他身上，凯多变换人形，开始反击。黑色闪电缠绕在八斋戒上，雷霆阵阵，这是他的大招九龙八卦。他咬牙，和光月御前的战斗，我没能用上这招，这些年一直有点遗憾。哦，这就是你最后的遗言吗？比我想象的要简短。话音刚落，两人身形同时消失，化作2道黑色闪电撞向对方。经过一番苦战，凯多用出了自己的最强招式大德威雷鸣八卦，而你却变了一招圆之呼吸2之型，日月同光。日月碾盘环转动，磨灭光辉下笼罩的一切。八斋戒还没打下，就已经在半空解体。凯多全身血肉模糊，青色鳞片被碾得稀碎。最后的最后，他半跪在地，眼中满是不甘，还有释然。凯多落败了。接下来收复和之国的剧情没啥好说的，快进到你和龙、泰格他们开会。你提议，现在我们拥有了几乎完美的据点，是时候用主动一点的方式来反抗世界政府了。主动的方式，他们一个到处解放国家，另一个四处破坏天龙人抓捕奴隶的行动，还有比这更激进的方式啊！你呵呵一笑，从今天开始，我们对海军以及世界政府的人进行悬赏，就像他们一直以来做了那样。众人倒吸一口凉气，数百年来一直都是世界政府悬赏别人，现在居然反过来嘛？没错，悬赏一出，高傲的天龙人会源源不断派人来送死。这里山高皇帝远，而且地形险要，无论是 CP0 还是海军都会被和之国吞下，这就是加速天龙人覆灭的慢性毒药。泰格大笑，小凡，不愧是你啊，居然能想到这种事情。龙也竖起大拇指。
与此同时，另一头竟得到了百兽海贼团遇袭的消息。他第一个怀疑的是白胡子，可白胡子压根没动啊！到底谁还能有这种实力？想了想，主动联系了四皇之一的 Big Mom 夏洛特00。准备出发之前，多弗朗明高主动找上门，表示愿意一同前往。其实这货只是想确认真正的结果，如果赢的是百兽海贼团，那就一切照旧；但如果和之国易主了，那就得找新的合作伙伴了。很快，和之国到了，进化成的翼龙形态首当其冲。可飞到阁楼顶层的位置后，他忽然发现那里站着一道人影。凯多老大在哪儿？死了？不可能！我再问你一遍，凯多老大在哪里？你是否摇头？既然我站在这里，死的就一定是凯多。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我重复几遍呢？不可能！镜的身体开始燃烧，这是露娜利亚族的天赋，用斜裹着火焰的翅膀撞击，而你全身雷光大作，进入雷顿之铠的状态。黑翼与手臂碰撞出激烈的火花，镜居然从自己的翅膀上闻到了焦香味儿。咔嚓，骨头裂开的声音响起，镜眼里全都是不可思议。他的身体为什么会硬成这样？比动物系能力者还要强壮吗？肉体竟然不占优势，干脆放弃翼龙形态，转变成人兽形态。手臂与翅膀融合的情况下，随手一挥就是数道威力惊人的锋刃，可以闪闪出现在他的头顶，一脚狠狠踩在脑门。下来吧你！镜落败后，夏洛特00知道再这样下去，舰队可能会全体覆灭，果断出手。小家伙，和之国的事情是你和你的同伴搞出来的吗？而你却选择不予回答。施展土遁超轻重岩之术，缓缓飘上天空。与此同时，轮回眼中勾玉浮现，手中做了个奇怪的姿势。大妈本能感到一阵心悸，不对，好像什么不得了的事情要发生了。下一刻，你嘴里轻轻说了一句：“世界に何を死んだ天性。”毁灭性的赤力以你为中心，朝着四轮席卷，平静的海面上是被巨大陨石砸中，猛然凹陷，正是神罗天征，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推动波涛层层相叠，仅仅是一击，上百艘海贼船组成的舰队便就此覆灭。夏洛特00，彻底疯狂！居然敢小看我！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抓起普罗米修斯扔了出去，巨大的火柱忽然出现，直指太阳海贼团。作为拥有灵魂的火焰，普罗米修斯可以主动提升自己的温度，甚至能与烧烧果实相提并论。其散发的高温让海水沸腾，眼见海贼船无法及时偏转方向避开这道火柱，泰格只能绝望闭上眼睛。可就在此时，一道黑色闪电正好击中普罗米修斯。我他发出惨叫，定格在空中，你一只手将他抓住，对红魂果实起了兴趣。观察一会儿后，你又把他丢了回去。这家伙在打什么主意呢？夏洛特00打个冷战，他发现，你看他的眼神就像是看有趣的玩具，只给你一次机会，输了就永远留下。夏洛特00直接投出压箱底的招式，宙斯、普罗米修斯、拿破仑三者的力量合二为一，火焰与雷霆缠绕在剑身上，而你将原之呼吸运转到极致，日光与月光在鼻息间一进一出，一光一样的血影浮现在身后，身上腾的一下冒出数倍金红色的查克拉以及尾巴虚影，没错，尾兽一形态。还没完，周身逐渐浮现出暗紫色的骨骼虚影，将你保护起来。随后，他们逐渐变成武士模样的人形，三头六臂，背身双翼，此乃须佐能乎。夏洛特00奋力一斩，明光剑为国，巨型冲击波裹挟着强烈的雷霆与火焰朝你射来，可须佐能乎的手臂往虚空一抓，数把光剑同时出现，太阳与月亮的力量不断流转，最终合并成一把开天辟地大小的巨剑，一击切下，甚至连整个海面都黯然失色。夏洛特00试图反抗，可他凝聚出来的武装色什么作用都没有，直接落败，陷入昏迷。做完这一切后，你眼神一转，默默注视着一直在看戏的多弗朗明哥。他冷汗直流，等等，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误会。可你眼神冰冷，我见过许多恶人，但像你这样坏的依旧不多。让善良相爱的人相互残杀，从中取乐，这样的恶气味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明哥毫不犹豫转身就逃，可他自以为即将逃出升天的时候，一阵暗紫色能量凝聚成了剑士穿胸而过，当场死亡。此事件过后，你对红魂果实产生了兴趣，关押了夏洛特00进行研究。没错，即将要进行的研究就是人造恶魔果实。事后，你抽了个空去了一趟庞克哈萨德，把凯撒给带了回来。中间过程我就不赘述了。凯撒很识相，没问题，老板，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能给您带来一点点小帮助是我的荣幸。又去了一趟北海，请来了文斯莫和加治，世界政府那边也没什么空管你，因为悬赏令的事情他们正忙得焦头烂额。那些铺天盖地的悬赏令带来了比大海贼时代更加剧烈的动荡。你刚穿越就听见说书先生讲到，话说那赵匡胤兄弟反目，建立了南朝和北朝，你扑哧一声，这合理吗？神赵是兄弟反目，你怎么不说乔峰大战洪七公呢？旁边的乞丐小黄一脸担忧，萧凡大哥你笑什么？咱们之前不是亲眼见过乔帮主跟洪帮主吗？原来你穿越到了一个大杂烩武侠世界，不只是有乔峰、洪七公，连令狐冲、张无忌都有。这时，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牵着枣红马的人来到茶馆门口，他一拱手，请问仁兄，这是何地？哦，张家口啊！可就在此时，5个发型怪异的人围了上去，带头那个头上长包的一挥手，就是这臭小子坏了我们的大事，给我拿下他！
郭靖尴尬转头一抱拳，抱歉，无意间牵连仁兄。你往后一个大跳，喂，谁是你仁兄啊？你可别乱攀亲戚，我真不认识他。你们千万别……话还没说完，一把钢刀从你头顶划过，看向自己的头发。小子，没想到你们俩是一起的。接着又是一刀，这一次目标却是你的脖子。忽然，视野里的一切越来越慢，仿佛就是定格，你的意识开始飘忽。与此同时，灵魂来到了一张巨大圆桌前，一共10个座位。那7个人见到你，热情打招呼：“哟，来啦！”你惊讶发现他们居然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只是服饰各不相同，有戴木叶护额的，穿海贼衣服的，拿日轮刀的，甚至还有异地会营的体育生。与此同时，你们的记忆发生共享，很快明白了一切。简单来说，就是你的10个灵魂碎片穿越到了不同的动漫世界，每个你的能力和记忆都能共享。换句话说，你的金手指就是你自己。目前火影番掌握的技能有木盾、雷盾、真威暴威等等，海贼番则是武装、剑纹、霸王赛斯霸气，鬼面番会日之呼吸、圆之呼吸，这外挂有点逆天啊！鬼面番呵呵一笑，同伴，武侠世界对道和意境的理解十分深刻，虽然低武，但完全可以指导提升我们的技能。你点点头，放心，交给我。这会儿宫殿内弥漫起浓雾，时间到了，你清醒过来，钢刀距离脖子就差1厘米，生死关头，黑色闪电自你身上开始疯狂肆虐，一股恐怖力量席卷四周，正是霸王色霸气。全部打手都瞬间昏死了过去，只剩郭靖一个人摇摇晃晃。臭小子，差点把我害死！这位兄台，对不住了，不用抱歉，咱们一抱换一抱，一拳上去，拜拜了您嘞！仔细一辨认，这几个打手不是黄河四鬼和红头海吗？通通补刀干掉！刚才要是随便换成其他人，不出意外都会死在这帮人手上。至于郭靖嘛，刚刚差点害死自己，就让他晕一会儿吧。唯一让你感到可惜的是，刚才的混乱中，乞丐小黄走丢了。哎，之前和这家伙感情还挺好，这一下走了，怪舍不得。走了一段路后，听到路人们正在讨论最近的小道消息。喂，你听说了吗？数日前，名叫光明左使的杨逍跟日月神教的项问天大打出手了。好家伙，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好像2人是因为峨眉门下一位女弟子名叫纪晓芙。你听懵了，这武侠世界乱成了一锅粥啊！叹口气，这世道这么乱，小黄一个人恐怕危险。虽然这个小乞丐有点娘娘腔，好歹也算是这世界唯一的好友了。几天后，你终于在城内的丐帮口中打听到了消息，乞丐小黄居然被王府的人拐走了，而且还是赵王温红烈，《射雕英雄传》剧情线的重要配角。你前往王府的途中，看到路边搭了个大擂台，开始喧闹，凑过去一看，4个大字：比武招亲。中年男人一拱手，感谢大家捧场。小女默念词，为了寻一合适夫婿，特来比武招亲。话音刚落，人群中响起一声：“好，我来！”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人飞跃而起，踩在路人的肩头上，冲向擂台。大家都看呆了，哇，好拉风！可下一秒，他脚下一沉，像被千斤重担吊住。你装逼就装逼，踩我肩膀算怎么回事？杨康好气，一脚朝你踢来，然后我整只脚都失去知觉，摔地地的怒骂：“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与此同时，旁边上出2人，一个是身上红袍袈裟的喇嘛，另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头。放开我家小王爷！一个用铜钵，一个射出钉子。就在众人以为你必死无疑的时候，叮叮当当，钉子像是打到了钢板，落在地面，而你抓住铜钵，轻松捏成一团。喇嘛跟老头都吓直了，闯荡江湖几十年，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徒手把金铁捏成废铁。对不住少侠，我家小王爷年纪尚轻，如果冲撞了少侠，我替小王爷向你赔罪。小王爷，你愣了一下，原来是杨康啊！气氛剑拔弩张之际，身后的轿子发出好听声音：“康儿，你在干什么？”正是他的生母包希若。杨康一拱手：“母亲，您来了。”他得意洋洋：“母亲身后的军队可以用啊！”一板脸，小子，之前是因为惜才才对你客气，你别不识好歹。现在2个选择，要么赶紧滚，要么就等着被我押送回王府。你呵呵一笑，那我也给你2个选择，要么乖乖道歉，要么我让你跪下道歉。狂妄！他一挥手，瞬间一大批精兵围了上来，10几支铁枪就扎在身上。可下一秒，居然传出了金铁交鸣的声音。你呵呵一笑，武装色霸气，上半身全覆盖，了解一下。随后冷哼一声，黑色气浪朝四周疯狂扩散，霸王色霸气，那些士兵全都失去意识倒了下去。杨康冷汗都下来了，你到底是什么怪物？包希洛走出轿子，这位少侠，是我家康儿给您添麻烦了，还望海涵。而他出现的一瞬间，这时擂台上的中年人杨铁心一含热泪，这声音这样貌，不正是他魂牵梦绕的包希若吗？一下冲上去，包希若也震惊到无以复加。铁哥，之后的剧情我省留一下啊。杨康落荒而逃，杨铁心与包希若相认。我们快进到你们来到王府，见到包希若正和杨铁心轻轻站在一起，完颜洪烈，彻底疯狂！狗贼受死！杨康也好气，势在轻功，朝着杨铁心冲了过去。你默默伸出一只脚，杨康直接飞了出去，连滚带爬摔到了杨铁心和包希若面前。哎呦，小伙子还挺孝顺啊！杨铁心受宠若惊，康儿，你我虽然18年未曾见面，但你有如此孝心，
着实让为父畏惧。阳刚气的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朝着杨铁心胸口捅了过去。你手里一勾，正是无障施法，来自哈利波特世界的咒语飞来咒。匕首一下就飞了出去，眼见妻子儿子都被你挟持，手下高手又被你一一击败，完颜洪烈只能无奈释放黄蓉。手下快住手吧，你朋友在这里。你却摇头，我的小黄兄弟分明是个乞丐，你给错人了。可下一秒，小凡大哥，等等，这熟悉的声音，我操，还真是小黄！指着完颜洪烈臭骂道：“你个老瘪犊子，我还挺变态，竟让我兄弟穿女装！兄弟，对不住了，是我来的太晚，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吧？”黄蓉气得跺脚脚：“小凡，我是女的！”垂死病中惊坐起，郭靖竟是我自己。就在你准备带人走的时候，啪啪鼓掌声响起，一身白衣的欧阳克从后院走出。阁下真是好手段，大摇大摆来到王府，就想带走我要的人。实话不怕告诉你，我叔叔就是大名鼎鼎的吸毒欧阳锋。况且你武功高强，可保自己无事，但你身边的人呢？放箭！黄蓉和穆念慈、包惜若脸都吓白了，这箭雨之下必有死伤，可你呵呵一笑，双手不能接应，随后往地上一拍，木盾数界降临，瞬间藤蔓从地面长出，形成了牢固的屏障，电视上在上面纷纷弹开。完颜洪烈惊恐万分，这不是武功，这是邪术，这人是个妖人啊！他好悲愤，我与阁下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为何非得拆散本王一家？你呵呵一笑，你也好意思提拆散二字？当初为了得到包惜若，你贿赂南宋将领追杀郭杨二家，害得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自己在上演英雄救美，哄骗包惜若。完颜洪烈惊慌失措，这你为何会知道？难道真的是仙人吗？之后你也没大开杀戒，但走之前还是废了欧阳克，竟然给自己的好兄弟小黄下毒，作死。救下黄蓉和杨铁心夫妻后，你决定冲上远门。小黄表示自己要跟着。喂，可不许丢下我！你的计划是这样子的：第一站先去蒙古密宗寻找绝学龙象般若功，然后再绕道去武当山学习太极剑法。武侠世界的战力虽然比不过火影、海贼等世界，但却又有更重要的东西，那便是道，或者说是法则之力。像什么太极经、九阴真经、九纹神功、乾坤大挪移都是好宝贝。龙象般若功效果简单暴力，每练一层就能获得一龙一象之力，一共13层，都不敢想象拥有13层龙象之力打出黑闪的威力能有多恐怖呢？到时候小小宿傩秒杀秒天秒地，好吧。不过在途中，你们先去往了终南山的四人墓，顺带拿一下九阴真经。黄蓉跟穆念慈与你同行，周围雾蒙蒙的，有些阴森恐怖。小萧啊，你要找的这个什么四人墓到底危不危险？要是碰出个什么妖魔鬼怪，你可得护着我。黄蓉紧张兮兮，穆女侠也神色惊惶，紧紧黏在你身边。别人不紧张好吧，搞得我都紧张起来了。你们这种反应在恐怖片里跟立 flag 没什么区别，一般这种情况都是鬼怪登场吓观众的最佳时机。话音刚落，空中飞过一道白影，随即一道白绫从黄蓉脸上拂过。鬼呀！你刚穿越就发现一个巨人在破坏城市，坐在他肩膀上的人嘎嘎大笑。弟弟，果然我的药剂研发成功了，我们可以征服世界了。与此同时，电视上开始播报新闻：鬼籍怪人马尔格里入侵地市，请居民们尽快避难。你目光一凝，怪人、鬼籍，我这是穿越到一群超人的世界了吗？伴随巨人脚踩下，轰隆一声，这是恐怖气了，而你也陷入了昏迷状态。与此同时，灵魂来到一张巨大圆桌前，一共10个座位，那6个人见到你热情打招呼：“喂，新人，还搁这睡呢？起床开会！”你惊讶发现他们居然和你长得一模一样，这是服饰各不相同，有戴木叶护额的，穿海贼衣服的，拿着人刀的，甚至还有拿着斩破刀的黑衣武士。与此同时，你们的记忆发生共享，很快明白过了一切。简单来说，就是你的10个灵魂碎片穿越到了不同的动漫世界，每个你的能力和记忆都能共享。换句话说，你的金手指就是你自己。目前火影番掌握的技能有木盾、雷盾、八门遁甲、珍贵豹威等，海贼番则是3次霸气，鬼灭番会源之呼吸。这外挂有点逆天啊！海贼番呵呵一笑，同伴，异玄世界的那些超能力是好东西，如果能得到他们的血液，我的血臀因子技术就能做出有意思的东西了。你点点头，放心，交给我。这会儿宫殿内弥漫起浓雾，时间到了。喂，醒醒啊，朋友，醒醒！再不逃就要被巨人踩扁了。与此同时，巨人马尔格里一脚踩下，大半个城市塌陷，人群都恐慌了。英雄在哪里？求求你们救救我！而在马尔格里即将再度拍出一巴掌的时候，一个人影出现在他面前，正是使用了土遁超轻重岩之术飞起来的你。哥哥福克高冷笑，又是自称英雄的家伙吗？找死！可他却发现这个头前一撮灰毛的英雄双手在快速动作，这是在干嘛？你呵呵一笑，木遁木人之术。下一秒，一人巨大木人破土而出，居然跟巨人马尔格里一个大小。你正在肩头遥遥相望，马尔格里跑冲来，给我去死吧！这波木人一把捏住嘴巴，一拳下去，福克高就站不稳跌落。马尔格里下意识想伸手去抓，啪的一下，福克高连个渣渣都不剩下了。哥哥，好吧，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随后木人牢牢抓住了马尔格里，你叹口气，速战速决吧！雷遁之铠，源之呼吸，武装色霸气，3个 buff 叠上身，抽出日轮刀，一击穿过马尔格里的心脏，巨人足。而通过这次事件，你也成功被英雄协会招揽，暂列 A 级英雄第10位。隔天上街买菜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人挡在身前，一人紫色
正是孤高忍者音速索尼克。喂，你这家伙之前用的那招，你是忍者吧？哪个忍村的？哦，我木叶的。木叶村，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哼，小凡，我名为音速索尼克，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收服你，加入我麾下，和我一起壮大忍者之名吧。你打了个哈欠，不好意思，我对你的理想没有兴趣。索尼克一把拦住，等等，是我想的不够周到，你没见识过我的实力，认为我在说大话也是情有可原的。哦，我只是单纯的没有兴趣而已。下一瞬间，手一剑，奥义二引藏。可刚出手就发现自己被人按住肩膀，他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背后的呢？不对，索尼克注意到另一个你还站在原地没有动弹，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你呢？你呵呵一笑，不过是最基础的忍术罢了。索尼克恼羞成怒，区区分身而已，还想再攻，可下一秒他大大双眼，只见影分身之后还有一道影分身，环顾四周，四面八方都站着数不清的影分身，他们一拥而上，我接下来的几日，索尼克不断上门挑战，打了就输，输了还打，被各种火遁、水遁、木遁虐得体无完肤，可他却双目放光。离开忍者村后，第一次清晰感觉到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才是忍术，这才是忍者。以前学的那些都是狗屎。隔天，急促的门铃声响起，被吵醒的你撸起袖子，喜欢找死是吧？我这就让你删号重开。可以开门，索尼克直接滑跪，师傅请容许我叫您一声师傅。从今天开始，我想跟在师傅身边修炼，继承您的忍术，成为最强的忍者。砰！狠狠关上门，给啪！索尼克一点不沮丧，师傅一定是他考验我，这么强大的忍术，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交给徒弟呢？之后的每天送菜、送洗发水，还送抱枕。你叹气，你到底想干嘛？我想在师傅的教导下成为一名真正的忍者，不可能的，你没有这个天赋，受限于世界规则的特殊力量，在一拳超人世界，除了你，没人能修炼出查克拉。索尼克面色惨白，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吗？没有，你的果断让他如遭雷击。可在第二天，门铃如往常一样响起，师傅，我自己想过了，只是帮忙消灭几只怪人，完全不能表达我的诚意。从今天开始，我会全方位的服侍您，直到你满意为止。你是不是脑子有坑啊？你叹口气，我给你一次机会，要是不行就赶紧滚蛋。师傅，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你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来自海天世界的血统因子技术。异圈世界修炼不出查克拉的话，给他加点火影的血统就行了嘛。不过完成这个过程之前，还需要一个实验室和助手。想了想，有了。异圈超人聚集的前期，那个造出独角仙怪人的基诺斯博士。于是你们来到大山深处的怪物之家，刚到门口，地面震动，小心索尼克。下一秒，巨大的独角仙破土而出，这是龙级怪人阿修罗独角仙。他一脸狞笑，找死！嘞，我的手怎么飞起来了？你手就是润刀哦，不开各种 buff 的前提下，这应该就是我的权利了。没想到只能斩掉你的一只手，抱歉，我不该轻敌的。霸王色缠绕，下一秒你的背后浮现日月，沿着呼吸一直行，日月同光。下一刻刀闪过，阿修罗独角仙就泯灭在了光华中。过了会儿，索尼克也从基地里出来了，手里还提着个人，这是瑟瑟发抖的基诺斯博士。我的阿修罗独角仙就这么简单被消灭了吗？你摇摇头，是他轻敌了。基诺斯博士，我需要一点你的研究资料，顺带还要借用一下你的实验室，你会配合我的，对吧？过了个8小时，文件整理差不多，索尼克来报，老师，门口来了一个光头和一个铁皮人。镜头一切，你把一沓文件递过去，这里的怪人已经被我提前消灭了，辛苦二位。杰诺斯还有一点疑惑，你怎么证明？你竖起一根手指，友情提示：今天超市大减价，再不去可来不及了。与此同时，眼睛变成了层层叠叠的紫色轮回眼，随后迅速伸手。西域呆了那么半秒，随后瞪大眼睛，可恶啊！为什么偏偏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转头就走。杰诺斯疑惑，刚才他似乎看到这个家伙从老师身上拿了点什么东西，应该是我看错了吧？等回到实验室，一箱管血液已经摆在台上，上面4字标签：奇遇之血。日子一天天过去，最终6份基因药剂摆在索尼克的面前，分别是千手一族、宇智波一族、日向一族、辉夜一族、金角银角一族、漩涡一族。师傅，哪种血脉可以学习最多的忍术呢？索尼克1分钟也等不下去了。要是学习能力的话，应该是宇智波一族。我再说一遍，你可能会死。师傅，以死亡为代价换取的力量才有可能更强大。索尼克进入仪器，温度急速攀升，实验室骤然变成了火炉。一段时间过后，庞大压力形成了气浪爆发，舱门不断升高，索尼克的身影逐渐清晰，左眼变得鲜红，一个勾语在瞳孔里缓缓转动，实验成功了。之后，你开始教导索尼克忍术，简单的3山术到宇智波一族擅长的火遁忍术。1个月后，他的血刃眼进化成了双勾玉形态，还掌握了部分火遁的 C 级和 B 级忍术，综合实力在 S 级英雄中已经能达到前5水平。为了犒劳这1个月以来兢兢业的基诺斯，你将改良后融合了阿斯加德的毁灭者技术的钢铁侠战甲交给他。基诺斯只能快跪下了呀！大人的智慧真是深不可测。紧接着，你开始了一项新计划，那就是用甲壳类怪人的身体代替真金。另一边，奇遇和杰诺斯通过了英雄协会的测试指示，让奇遇知道自己是 C 级倒数第一，整个人都不好了。而让他更难受的是，他在倒数第2的位置上看到了索尼克的名字，难受啊，马飞！可恶啊，那个奇怪的忍者混蛋，凭什么排在我前面？
刚好地底人袭击城市，两人遇到正在和怪人战斗的索尼克。索尼克的速度让他们震惊不已，和上次对比，简直判若两人。而这还不是结束，他在干嘛？奇遇现在就像个好奇宝宝，盯着索尼克的一举一动。只见他双手结印，深吸口气，猛然吐出，火车迎风便长，化作滔天火海，淹没了面前近100个地底人。霍顿好火灭却，我操！奇遇目瞪口呆，吉田斗司也傻眼了，什么鬼？这么强大的招式，居然是从嘴里发射出来的吧？姐姐问地底人，奇遇凑了上来，为什么你的嘴可以喷火？是什么超能力吗？难道说你也是怪人？你才是怪人！索尼克双手抱胸，这是师傅教我的忍术，只有忍者才能学会，你懂个屁！忍术是什么？两人双目放光，索尼克开始介绍，叠印就可以释放出忍术了，还需要查克拉？查克拉又是什么东西？身体能量、精神能量、肌肉系统。奇遇听得怀疑人生，忽然地底王出现，卑劣的人类！把地面还给我们，臣服在地底王的脚下吧！奇遇很不高兴，一拳将他解决。别人聊得正开心的手，别出来捣乱，混蛋！最后一番沟通，索尼克带回了地底王的尸体，当然是给伟大的老师做研究了，可却没发现自己身后悄悄跟着一个人。隔天，进化之家的大门被敲响了，你笑了，原来是 B 级英雄地狱吹雪。你认识我？既然如此，就不浪费时间自我介绍了。我很中意你们的才华，想邀请各位加入我的吹雪组。你和索尼克对视一眼，一挥手抓起来做实验。一声令下，索尼克眼中勾玉旋转，血轮演幻术发动。基诺斯博士拿出手臂粗的针筒，给吹雪抽了好大一管血。有毛病啊！用抽怪人的针管抽他，是要把他弄死吗？基诺斯博士的笑容僵住。您刚才也没喊停啊，血是你抽的，跟我什么关系？与此同时，等待在大楼外的司机联系上了协会总部。不好啦，快通知龙卷大人，他妹妹被绑架啦！什么？龙卷大人出差去了？2个小时后，3位 A 级英雄率先到达战场，分别是居和铁、七五太刀和50钻头。基诺斯博士愣看就下来了，老板千万别冲动，他们3个都是 A 级前5的英雄，他们的老师还是 S 级英雄。咱们已经得罪了一个 S 级龙卷，再得罪一个 S 级，恐怕……索尼克默默看着你，老师您看，你挥手，看什么看？统统给我抓起来做实验。3人被索尼克轻松击败。第二天，英雄协会总部已经乱成一团，整整4个英雄失踪，而且还和 S 级英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然而，最暴躁的还是龙卷，他在得知妹妹出事后的消息，一刻都不停，连本部都没回，直接飞往怪物之家。一挥手，念力迅速覆盖出大楼，整座大楼拔地而起。你无语，怎么老是有人想动我的楼啊？轮回眼开启，万象天引。不但和龙卷拉扯大楼的同时开口，小不点，第一次见面就拆别人的楼，多少有点没礼貌了呀！少废话！龙卷怒吼，他这辈子最恨别人叫他小不点，是你先惹我的。周身卷体风暴，他的念力几乎化作肉眼可见的实质，下一秒天空变黑，居然是一颗颗硕大的陨石从外太空飞来。基诺斯博士脸都吓白了，完蛋了，周围都会被毁灭的。可你只是举起双手，下一秒坠落的陨石群居然同时定格，没能继续下坠哪怕1厘米。土遁超轻重眼之术，别以为这样我就会认输！龙卷大吼着爆发出全部念力，凡人霸王色，一次性释放出全部的霸王色霸气，无穷无尽的红色浪潮一下就吞噬了龙卷的绿色念力。什么？这是什么恐怖的力量？10秒后，龙卷才彻底失去意识，从高空坠落。你用超轻重眼之术拖住他，慢慢下降，拿出针管搭在他身上，这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还是少抽点吧。哎，我还是太善良了。见了这一幕，吹雪身体不由自觉颤抖起来。居和那3人头皮发麻，这也忒吓人了。S 级第2位的英雄龙卷被人抬了回去，英雄协会乱作一团，只好改为和谈，想协商更好的合同。你却摇头，我没什么兴趣，但我也不会无聊到破坏城市。你们回去吧。之后，你对基诺斯博士吩咐道：“去把医疗室里的文女带出来，她应该好的差不多了。”没错，当时这货被奇遇老师打爆了下半身，收集这么多血液当然是要用的嘛。一番改造后，让文女变成了钢铁侠形态，你给她注入了一部分龙卷的血统因子和一部分千手一族的血统因子，这直接导致她的能力产生了变异，转化成了吸取生命力，同时继承了念力。后续为了检验部下们的能力，你带他们在深海王来袭的节点登场了，结果深海王被米娅和索尼克打得头都找不到了，还顺带救下了无证骑士。而在咒术世界的你成了1级咒术师，如今正在咒术高专担任教师。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带领伏黑会前往山泽第3高中收取宿傩手指。可找到百叶箱后，伏黑会伸手摸了半天也没找到东西。小范老师，东西不见了。淡定，多半是被学校的学生捡走了。我们去学生看看，你自然是知道这里的手指已经被高中的灵异现象研究会社团捡了去。一同寻找，在社团教室内找到了被封印的宿傩手指。原先剧情中，明天晚上虎杖悠仁那2个作死的学长学姐就会揭开手指封印，引来无数诅咒，导致虎杖悠仁吞下手指成为宿傩的容器。不过嘿嘿嘿，现在是我的了。伏黑会觉得事情还是不对劲，打电话告知5条悟，会不用担心，我人已经到了。漆黑的夜空划过一道亮光，5条悟从天而降。哈哈，萧凡，你办事就是稳妥。我听见东西不见了，还以为会出事呢。话音刚落，5条悟愣了2下，只见宿傩手指光秃秃，上面的果实一点没剩，封印居然损毁的这么严重吗？
后勤部的那些家伙明明跟我说保存的很完整，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把封印给毁掉了，气氛逐渐尴尬。等等，不会真的是你做的吧？小凡凡，你干笑一声，下一秒居然将手指放到了嘴里，一口咽下。小凡老师，那个不能吃，会死的。与此同时，害人的咒力不断膨胀，以你为中心形成风暴，你的意识也陷入了沉寂。在一个充斥迷雾的空间内，刚刚苏醒意识的素挪非常兴奋，因为他感受到了宿主的天赋。姐，如果能夺到这具身体，那我将比1000年前的自己还要强大。可是逐渐感觉到了不对劲，按理说他是这里的主人，可以肆意变换这个空间，可怎么回事？我没办法做出任何变化嘛。周围不断有人影出现，那日轮刀的那个摇头，不是，我说实话，你能出现在这里，我很惊讶。素挪在胸前结印，咒语事件爆发，你有很多秘密，杀了你，所有的一切都会属于我。领域展开，身后浮现出巨大的神社，正是他的领域伏魔神龛。效果是他以让人自由进出领域为束缚，换取更大的攻击逼中范围效果。领域内一切有咒力的生物与非生物都会被战成粉碎。可当领域蔓延到你脚下的时候，却再也无法前进分毫。素挪面色大变，与此同时，四面八方传来声音：“这是我们的世界，你的领域在这里发挥不出任何作用。”素挪这才惊愕发现，四周居然多了许多衣着服饰截然不同，但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们是同一个人？怎么可能？身为诅咒之王，他的灵魂异常敏感。不对劲，一个人的灵魂怎么可能分裂出那么多强大的灵魂呢？你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这是你的圣斗术士吗？非但没有惊恐，反而舔舔舌头，眼神中兴奋。这个能力我要定了。霍应凡竖起大拇指，他好像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啊！要不我来？刚想动手，却被海贼凡拦了下来。我来吧！死神凡一步走出，双手抱胸。别，我正好想热身一下。素挪警惕注视着对方，这个穿黑色长袍的家伙在他面前，为什么我有一种隐隐被压制的感觉，好不舒服。他悍然出手，空间都被切割开来。生德领域中，素挪能够发出恐怖的斩击，分别为解和八，杀伤力与5条悟的无下限咒术难分伯仲。而死神凡只是施展轨道，素挪脚下出现圆形光阵，金色雷霆迸发，将光阵内的他彻底淹没。素挪彻底疯狂！轨道对他这样的生命体有着特殊的伤害，痛，实在是太痛了。死亡前，他双目燃火，下次见面，我一定要杀了你。那还有另外19根手指在，他就不会彻底死亡。另一头，你的灵魂也回到了，就在圆桌前，几人纷纷打招呼。哟，来啦！你刚才是不是放进来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灵魂宫殿一下变强了好多。死神凡忽然面色严肃，我的斩破刀有动静了。没错，之前斩破刀就即将出世，只是卡住。如今得到增幅，自然变强。此时，从武侠凡身上飘出一黑一白两道光影，融入他体内，这是太极拳意中的阴阳之理。鬼面凡身上的日月呼吸之力也飘出来。日月阴阳4种力量融合，缓缓融入到斩破刀中，而后刀居然分成了2把。还没完，死神凡自身也冒出一缕淡蓝色光芒，定睛一看，原来是之前消失不见的崩玉。崩玉的能量分别涌入2把斩破刀中，最终定型，1把通体漆黑，1把皎洁雪白。2柄斩破刀分别叫丰都和天阙。这会儿宫殿内弥漫起浓雾，你知道是时间到了，意识开始回归。与此同时，在你吞下缩龙手指后，5条悟就做了最坏的打算。一个没有展现过圣斗术士，单凭咒力就可以比肩特级咒术师的天才，简直是素挪最完美的容器。腹黑会道，樊老师的潜力真的很恐怖吗？难道说他未来有可能和你一样强？5条悟摇头，不是可能，而是一定。在不计算圣斗术士的情况下，我尝试过预测和樊的战斗，我的结论是他有1%的机会战胜我。在大部分咒术师心中，5条悟这个名字一直代表着2个字：无敌。而公认的无敌之人，居然会说有人可以战胜自己，这真的有可能吗？就在这时，你睁开眼，眼神清澈透亮，不像是被毒射的状态，是完全消化，还是暂时压制呢？这世界上难道真的存在完全消化素挪力量的人？5条悟嘴角上扬，凡是我。下一秒，你忽然见到他消失，又瞬间出现在你面前，手里捏着一颗漆黑色的珠子，按向你的脸，正是咒术苍。你忽然清醒，瞳孔变白，轮回眼发动，瞬间5条悟的表情变得呆滞，一时陷入到另一个全是白茫茫迷雾的空间。这是什么地方？我刚才明明还在学校附近的，怎么一眨眼就……刚刚那双眼睛是凡的术士吗？这是在你的领域内？你摇头，这是幻术地道的空间。5条悟问起，味道如何？难吃，就像是往嘴里塞了块橡胶。素挪呢？你生了个懒腰，用死亡来形容不太恰当，应该说是暂时消失了吧？5条悟赞叹不已，不愧是小凡凡。老实说，就算是有20根手指的素挪，你也有信心战胜他，对吧？你点头，不是有信心，而是我一定会赢。5条悟兴奋不已，
太像了，这股目中无人的自信，不就是年轻时候的我吗？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真想打一架试试。你看出了他的想法，就像之前我说的那样，这里是我的主场，所以呢，你耸肩探手，你想挨揍，我没意见，这边秋后算账。五条微微一笑，咒力快速涌动，眼罩脱落，如同水晶一般的六眼慢慢转动。可就在他想要施展咒的瞬间，全身咒力忽然消失不见，他这才明白你说的主场是什么意思。只要你想，这个世界就会如同你希望的那样改变。下一秒，场景变换，五条悟被吊在石架上，你拿着刀站在他面前，画面很熟悉，尤其是他雪白的长发，很容易让你产生错觉，这不是卡卡西咒术分析吗？刚打算让五条悟尝试下卡卡西的同款套餐，我认输，他连忙投降。现实世界，五条悟重新恢复神采，他下意识就要扯下眼罩，你连忙举手投降。前辈，是你自己要体验的，说好的不许秋后算账。切，好吧。与他商量完后，你同意了跟他回到咒术高专，主动坦白吞掉速度手指的事情，并且定下计划，把剩下的手指全都吸收，解决这个1000年以来咒术界最大的麻烦。你自己走进满是咒术的房间，五条悟则是留在外面跟高层谈判。这个房间困不住他，他只是给你们面子，配合你们演戏。整个咒术界除了我以外，没人能够稳赢他。保守派的领军人物乐言斯加深不同意，他吃下素挪的全部手指，要是变成比素挪更加棘手的存在，该怎么办呢？五条悟很自信，到时候我会处理。众人都沉默了。如果咒术界出现连五条悟都解决不了的麻烦，那就不必再抱任何奢望。谈判成功后，五条悟直接给了你6只素挪手指，一口闷下，一时就先是混沌，等待睁眼。就看那素挪高坐于王座上，收住着下巴，神态慵懒，翘着2张腿。这一次就你一个人吗？你点头，我也很意外。素挪缓缓起身，那这次你必死无疑。杀意像开闸泄洪，形成一股风暴。可你呵呵一笑，双手结印，背后直接出现了庞大的紫色虚影，正是须佐能乎。武装色霸气在第一时间覆盖须佐能乎，又是没见过的术士，你这家伙会的东西还挺多。素挪眯着双眼，双手结印，伏魔神龛，虚空中泛起无数银白色丝线，每道都能划破空间，如同暴雨落在须佐能乎巨大的身体上。斩击与武装色霸气碰撞，出现漫天火花。很快，武装色被逐渐消磨殆尽，剩下的斩击则被须佐能乎硬抗下来。咦，居然挡住了！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正面挡下他的斩击，你也感到意外。斩击强度比异色的还要强，可以直接击破武装色防御。你操纵须佐能乎张弓搭箭，由查克拉汇聚而成的巨大箭矢射向素挪，他再度发动斩击，将箭矢磨灭。可下一秒，须佐能乎动了，山原般庞大的身躯凭空出现在他面前，正是飞雷神之术。3头6臂的须佐能乎手里握着6把查克拉凝聚而成的巨剑，疯狂挥砍，速度闪躲，接着双手合十，将领域范围不断缩小，以此为代价，将斩击的威力提升到最高。须佐能乎被连成一片的白光吞噬，彻底没了动静。嘎嘎嘎，你的身体是我的！笑声戛然而止，不好意思打扰你的好心情，不过现在就笑，好像是不是早了点？只见你毫发无损，从漫天硝烟里走出。抱歉啊，刚才我好像忽然觉醒了什么东西，这个是叫圣德术士还是叫领域来着？双手缓缓解除咒印，大量咒力倾泻而出，构建出一个未知领域。领域展开，死斗回廊，一株首尾相连、无限循环的走廊出现，只有一方死亡，这个领域才会结束。素挪脸色难看，他能感觉到死斗回廊恐怖的压制力，这代表领域本身对使用者有着非常苛刻的条件。奇怪的是，受到这样的压制，伏魔神龛的体积比之前居然还大了一些，斩击威力提升不说，他的咒力也增幅了1倍。奇怪，这小子的领域居然是让敌人变强吗？什么鬼？而下一瞬他就见到了，这是什么？全身雷光大作，是雷遁之铠，鼻息里有淡淡的日月星光扫落，是远之呼吸，身上包裹着暗红色的暴风色霸气，庞大的须佐能乎自背后浮现。与此同时，身上变成金色，这是6道仙人模式，还没完，轮回眼开启，双手一伸，斩斧头，风都天阙来。素挪真的慌了，为什么你的领域会让我变得更强？以此为代价，你到底能获得什么？你呵呵一笑，领域名死斗回廊，效果是胜者将会获得败者的一切。还有什么要说的呢？下次见面估计要等好久了。素挪抬起双臂，指尖爆发着火焰，不再是凌厉的战，而是不断汇聚赤红色的火焰，照亮整片空间。空气中弥漫着滚烫的热浪，他脚下尸骨顷刻间化无灰烬，形成一片火海。咒术开，你双手持剑，源之呼吸2之情，日月磨盘，融合成巨大的轮盘，挡住炽热的火焰，将其消磨。这家伙的术士怎么比我还多？这样下去可能会输，不行，得肉搏。众人消失，出现在你身后，发起突袭，一拳刀向心脏位置，哐当！风都与天阙当中攻击，风都寒气逼人，漆黑的剑身上渗出幽蓝色的古怪液体，是黄泉。素挪接触到的一瞬间，一股惊人寒意就横冲直撞，就灌进了他的身体，而他的咒力也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消失。震惊望向你，这把剑可以说是所有祖宗的克星，连咒术师都会受到克制。你这家伙的愿望，该不会是毁了整个咒术界吧？谁知道呢？素挪大笑，知道在你面前所有抵抗都是徒劳。于是素挪生平第2次主动接受死亡。而死神世界你在进入了尸魂界，破坏了蓝染的阴谋后，被总队长山本源柳斋重
国看中，成为了死神的一员，并且还觉醒了2把奇特的斩破刀，一黑一白，名为丰都和天阙。斩破刀出世的瞬间，灵压爆发，在禁令亭引起了一场巨大风波，甚至惊动了灵王宫。噬魂界所有的斩破刀前人前打，都是这位灵番队第3关二枚巫王月一人打造出来的。而噬魂界一切事物的命名者是灵番队的首领兵主部一兵卫。斩破刀10节、万节以及每把斩破刀的真名都是他一人命名，可他无法知晓你2把斩破刀的名字，这种事情在1000年以来都是不曾发生过的。他们第一时间召见了你，在金乐春水和福柱四郎的引领下，你来到了中原宫殿，山本源柳寨中国一步步挪近，你的斩破刀觉醒了吧？你点点头，心念一动，2把斩破刀凭空出现，二枚巫王月伸出手，温柔抚摸剑身，真是难以形容。斩破刀的样式千奇百怪，但像这2把这么精致瑰丽的，绝无仅有。总队长干咳一声，你的斩破刀是什么时候觉醒的呢？前不久10节呢？你摇头，2把斩破刀情况非常特殊，我虽然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却并没有完成10节。总队长褪去上半身衣物，露出一身肌肉。出于某些原因，我们需要了解你的斩破刀。既然你还没有10节，那我就帮帮你。拳头轻轻隆起，如闪电穿过黑夜。你点点头，雷遁之铠，霸王色霸气，元之呼吸，尾兽衣，诸多 buff 瞬间叠满。老爷子，拼斩破刀和灵压我不是你对手，但拼肉体强度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呀！砰的一声，拳风机的碰撞，狂暴的力量直接将地皮掀了起来，整座院子都飞上高空。山本源柳寨中国瞳孔一缩，这小子有点意思，年纪轻轻居然能有这样的肉体强度，真不愧是连冉冉都看好的天赋。所有人都看呆了，一个刚入队不久的新人，居然可以和总队长正面碰拳吗？说出去谁会相信呢？这合理吗？二枚巫王月和兵主部一兵卫感慨不已。斩破刀暂且不论，光是体术，你表现出的战斗能力就已经是队长级，而且属于最顶尖的那一波。与此同时，山本源柳寨中国兴致愈发高涨，用出了一股双股这样的百打绝技，就让我看看你到底还藏了多少东西。而你也有了新的感悟，霸王色缠绕对于死神这种高灵子聚合体有着特殊冲击，每挨一次霸王色，对方的行动就会出现明显的停滞感。理论上来说，只要霸王色够强，你可以硬生生把一个死神打成最初的灵子状态。交锋数轮后，1000年最强死神长呼一口气，真没想到居然要到拔刀这一步才能让你产生压力，真是后生可畏。话音刚落，手中拐杖变成了一把带着火焰的太刀，万象一切皆归灰烬，流刃若火，刀身燃起熊熊火焰，足足6000度高温，烧的空气都变了形。你也吞口口水，不愧是1000年最强死神，这一刀下去，以你的体质肯定不会死，但最好还是想办法抵挡住，因为滋味不好受。总队长大吼声，炽热地狱，通天火柱从地面骤然爆发，点燃降下的大地，而你也已经握住了双刀，狠狠将丰都插入灼热的大地。斩破刀自带技能黄泉，下一秒，幽蓝的泉水带着刺骨的冰寒与骇人的怨气从四面八方翻滚涌动，直接吞噬了那燃烧一切的火焰。数千年以来，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流刃若火的火焰熄灭，如今却出现了。所有人都震惊不已，难道是总队长手下留情了吗？二枚巫王月弯下腰，摸了摸黄泉水，这水似乎是在不断削减我的灵力，省流一下，黄泉水更加克制灵体本身。兵主不一兵卫愁眉不展，黄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把斩破刀的真名很不详，他们把黄泉当成了斩破刀的真名，并不知道这只是丰都的一种能力而已。山本源柳寨中国重新穿回衣服，斩破刀的真名你们已经知晓，现在差不多该回去了吧？这是总队长下的逐客令。在离开之前，二枚巫王月看了天阙一眼，也许是我多想了吧。他总觉得这2把斩破刀有各自的真名，可一个人觉醒2把斩破刀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等二人离开后，山本源柳寨中国宣布五番队队长的位置空闲的时间有点长了，接下来就由你接任。大家都震惊了。正常情况下，成为死神队长一共有3种途径：第一，通过队长考试；第二，联名推荐，然后在剩下的队长中获得半数认可；第三，挑战食人队长，获胜继任。像现在一言而决的情况，在尸魂界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翌日，你新官上任第一天就引得护庭13队全体死神队员一片哗然，不服之人比比皆是。你竖起手指，根据规则，只要在200名死神队员的见证下，挑战食人队长获胜后，便可继任成为新队长。我就在这里，你们当中有谁想成为队长的，大可以前来挑战。不过生死自负，这消息没多久就传遍了整个禁灵亭。金乐春水给出了最高评价，这萧凡可真是聪明，北擂台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扶助14郎道，前提是建立在自身强大的实力上。金乐春水起身，以他的实力赢得队员尊重只是时间问题，但我觉得今天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搅局者。你去哪儿看热闹？擂台赛很快步入尾声，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多数死神连破开武装色霸气都做不到，连斩破刀是什么样子都还没看见的就被几拳撂倒。正当一切告一段落的时候，擂台上突然出现了不速之客
听说你很擅长剑道，昨晚没能看见，有点遗憾。今天可以让我见识一下吗？这是尸魂界第一战斗狂11番队队长根木剑八。队长之中好像就只有你和我不会万劫，这样看来的确挺公平的。你正愁没人当磨刀石，于是毫不犹豫接受挑战，很好，战斗一触即发。就在此时，不远处走来一位满头白发的少年，队长之间擅自相互争斗可是违反条例的。你们两个想被同时除名吗？是10番队队长日番谷东十郎进了春水出声提醒日番谷队长，这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擂台挑战，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东十郎冷哼掉一句，不要太过分，随即也站到了一边。根木剑八率先挥刀斩出一道金色高浓度磷压汇聚而成的斩击，可以燃烧空气中的磷子。你同样会见不同的是，斩击是蓝色，而且丝毫没有磷子波动，完全的力量和技巧，可结束一瞬间直接击溃了金色斩击吹起一阵狂风，先飞靠近的死神队员。剑八道为什么不用昨晚的能力？你打了个哈欠，我在等你把眼罩拿下来。他哈哈大笑，很好，不愧是萧凡，我就喜欢。他的眼罩是技术开发局的产物，唯一的作用是压制自身的磷压，享受厮杀乐趣。拿下眼罩的瞬间，空气中传出嗡鸣声，强大磷压掀起风暴。前排死神都被卷了进来，你手一伸，无掌施法，漂浮术，大家的身体缓缓下降。眨眼间，根木剑八已经蓄势到非常恐怖的程度，浑身布满金色的磷压。你能克制老头子的流刃入火，不代表就能克制我。如果大意的话，可能会死。双手之间，恐怖斩击扑面而来，强大的磷压甚至凝固了空气，剑道两断。你双手持剑，丰都的漆黑剑身上渗出月光，天阙洁白的剑身上绽放出日光。圆之呼吸，一之行，日月同光。金色斩击与磷压洪流直接被光芒形成的巨大魔环掉碎。怎么可能？不仅没有使用斩破刀的能力，甚至连磷压都感受不到。你的剑道水平居然高过我这么多。他不敢置信，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为什么不用昨天的能力？难道在你眼里我不配吗？你呵呵一笑，你不知道自己斩破刀的真名，也无法使用他的能力，所以我也不用。剑八冷哼，你追求公平的对决太天真，在战场上这种想法会要了你的命。你双手一摊，好吧，那我就说真心话，你确实配不上。剑八愣了一下，随后哈哈大笑，接下来我就不留手，你在部下面前丢人也怪不得我。话音刚落，磷压如海啸般肆意吸引四周，甚至将地面分裂成两半。你目光一凝，很强，但是还不够。脚下骤然浮现太极阴阳图，出剑虽然缓慢，但仿佛周围的一切陷入到几乎停滞的状态，正是太极一剑。根木剑八的身体凭空多了许多束缚，双臂肌肉隆起，拼命挥动斩破刀，可速度越来越慢，爆发全力，竭尽所能的斩出几道斩击。可随着丰都的剑尖划出玄奥的轨迹，他的斩击在空中转了几圈，居然缓缓消失不见。化解了？这种剑道难道是真实存在的吗？这种剑术，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谁都没想到，你竟然以绝对的剑道实力碾压了根木剑八的剑道。好啦，食人碎片第1季的故事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啦，完结撒花。对后续剧情还感兴趣的，可以在 QQ 阅读手机端搜索食人碎片，第一个就是了，大家可以自行查阅哦。这个系列也连载了15集，而且每集分钟数都很足，也算是比较长寿啦。不过同人剧情嘛，也有人说 OOC 比较严重的，这点上的话，大家可以自行斟酌选择观看即可。原作后续还有很多精彩剧情。那么我是卓卓，我们下个系列再见，拜拜。